找死！连主家都敢糊弄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今日的灵泉全部收完，行之斗胆，请大人查收。做得不错，这么快就把灵泉卖光了，以后好好干，莫要像某些畜生一样不知好歹。啊，是。喏，我也刚来不久，没什么积蓄，你赶紧找个大夫看一下吧。我才不需要你的施舍。哎，那你倒是别拿呀！我也只是个凡人小厮，顾好自己就不错了，还能帮得了谁呢？累死小爷我了。哎呀，先休息一下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个人是我？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好像突然间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。我陆行之怎么能就这么庸庸碌碌的过一辈子？以我的聪明才智，应当进入玄心宗，保家卫国，走上人生巅峰才对。行之，大牛，你主家又为难你了？是我自己不争气，卖不掉灵果。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真是够了，得先想办法凑齐了100灵币加入宗门，成为修士，摆脱现在的困境。看来我该下山去看看了。大牛，放心吧，1盒灵果而已，我帮你卖。行之，咱们真能卖出去吗？绿娥姐姐，从芳姐姐，几日不见，2位姐姐可还一切安好？哎，你不是刘修世家那个卖灵泉的小厮吗？叫陆行之，对吗？嘿嘿，2位姐姐，人长得好看，记性也这么好。嘿嘿，你们来方是采购灵果吗？嘿，2位美女姐姐，你们看，我这灵果的品质如何？个个又大又圆，而且味儿甜汁儿浓，保证你们吃1个想2个，吃2个想3个。不错不错，这些我们都要了。总共多少灵币？不多，只要24枚灵币。嘿嘿，2位漂亮姐姐，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灵果好，以后可要多光顾啊！行，你都叫了我们这么多声姐姐，下次啊，我们一定还来你们这儿买。对了，行之弟弟，你对这里应该很熟悉吧？再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啊，姐姐你尽管说，就算让我赴汤蹈火，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就是需要耗费些精力。
我们小姐稍后要宴请玄心宗的贵客，可是灵果和灵泉都没买全，恐怕免不了责罚。我们至少还差80个灵果，40瓶灵泉呢。这个简单，灵泉和灵果的事交给我，回头按市场价结算就行。真的，恒之弟弟，你可别说大话呀！那就1个时辰后这里见。走。好嘞，大肥羊。恒之，你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把灵果卖掉了？哼，这算什么？小爷我当年可是妥妥的小奶狗一枚，更何况他们不可能不收咱们的灵果。为什么？不懂了吧？这2位姐姐隔3差5来一次方式，每次都是早上来，可这次偏偏是选在下午，证明他们今天要的东西很急，而且数量很多。这就是说，市场目前供不应求，我们手上又有进货渠道，就可以低买高卖，赚他一笔。哼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也可以加入玄心宗了。那可是附近最强的宗门。只要你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们就不必在这小镇里受气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您看，是测谎术。你倒是机灵，40瓶灵泉，以市场价交易就是80枚灵币，比普通黑市足足高了1成。这单生意若成了，本座自有奖赏。多谢大人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没有隐瞒成交价，不然就惨了。至于差价嘛，干得不错，不多不少，刚好80枚灵果。好在我先前给大牛报的价格是10枚灵果18个灵币，以他的心性，一定会照实回答。就算他家修士用测谎术试探，他也定能安然无恙，我还能从中赚些差价。恒之弟弟，看来你都凑齐了。当然，我办事你们放心，都在这里了。为了帮2位姐姐，我可是冒着被大人打死的风险才拿出来的。放心，绝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一共240枚灵币，喏，你好好数数。这2枚灵币你自己拿好，就当是姐姐赏你的跑腿费了。啊，谢谢绿娥姐姐，谢谢从芳姐姐。2位姐姐慢走啊。加上刚才刘涛奖励的2枚灵币，我现在才攒了23枚灵币，差太多了。唉，今天下午休息还能干点什么呢？恒之，咱们去紫竹林抓雪兔吧。唉，拜托，这雪兔好歹也是个伪灵兽，用这种普通的工具根本抓不住的。可以的，有你在，你总有办法。奇怪，怎么没有啊？唉，雪兔怎么可能在这种大路上呢？你去角落里找找。哎呀，大牛！
抚琴师妹果然气派，朱家不愧是紫云镇上头号的修真世家。我等这次造访来得突然，也没提前通知，没想到师妹这么快就拿出这等仪仗，配合湖光美景，当真妙极，弄得我都想在紫云镇常住了。师兄过奖了，不过区区俗物，不成敬意。是朱府大小姐朱抚琴，还有她在玄心宗的同门。冷师兄，紫云镇是个小地方，至今都不曾出过一位感悟期中阶修士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就在这些了，还望师兄不要笑话师妹就好。哎，这地方小啊，不像我们玄心宗，坐落在灵峰之上，又有灵气大阵护山，各种资源应有尽有。这些小地方的散修，每天为了一丁点人气，都要争得累死累活。听说这次咱们朱府为了争夺紫云镇阁老之位，特地从玄心宗请来冷先生，他一个人就能镇压整个紫云镇的修士。嘘，别斗嘴。据我所知，紫云镇除了镇守者之外，共有4名协助管理的阁老，分别掌管方士、拍卖会、紫阁和卫营。他们各司其职，权力极大。而卫营阁老前些天闭关失败，意外身亡。其他3方阁老的亲属，若得到他的位置，简直可以在紫云镇横着走了。只有成为厉害的修士，才能真正获得自主权，不然随时会有殒命危机。我定要早日凑齐100枚灵币，争取拜入玄心宗。哎，杭志，快看！啊！居然打中了！哎，大牛！汤之，你好厉害啊，还是活的！汤之，这回我们能赚很多灵币了吧？呀，好可爱的灵兽！师妹，只是一只伪灵兽而已。按理说，这雪兔也算是伪灵兽，怎么会被这么个小厮用灵币打中？师兄，可人家喜欢嘛。师兄，这次出来我也没带零食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买下它呀？好吧，师妹喜欢就好。哎，小兄弟，这伪灵兽你们打算怎么卖？伪灵兽的血肉至少值7、8个灵币，若是活物，那价值会更高。若真把这小家伙卖了，那镇上的人很快就会知道我发了笔横财，到时候势必会引起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更可能会引火上身。既然这位姐姐喜欢，那就送给姐姐好了。反正她只是一只笨兔子。一只活雪兔，至少50灵币，他就这样白送了。绿娥，你拿50灵币出来给这位小兄弟。是。杭之弟弟，你们认识？我朱府从不亏待人，我用50灵币买下这只雪兔，你觉得如何？哎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只雪兔小的既然已经送给这位漂亮姐姐，就不能再卖给大小姐了，抱歉。
既然这位小兄弟执意要送，师妹，你且收下吧。好在我耐住了灵璧诱惑，不然就要倒大霉。此事万万不能让刘修士知道，否则一定会被他狠狠修理一顿。绿娥姐姐，朱府门客姚三前来拜访刘修士。哎，我领您去。朱府向来与我等散修并无交集，这是所谓何事？我奉小姐之命，用一枚血灵丹向刘兄换一个人的卖身契。没想到啊，小爷我就只值一枚丹药的价。也不知这小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大小姐居然让我亲自找刘涛买的。人我已带到，绿娥，你先给他说说府上的规矩，等我回禀了小姐，再看小姐要给他安排什么活。是，姚大人。哎，绿娥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大小姐为何突然把我买进朱府啊？其实啊，是大小姐的师兄对你产生了兴趣。他认为你比一般小厮聪明，知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的道理。他觉得你故意把那只雪兔送人，是为了自保。杭之弟弟，你真这么想吗？我就是单纯的觉得一只笨兔子而已，随便一打就打到了，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？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就忍不住插了句嘴，说你肯定没想那么多。结果那位师兄笑了笑，让大小姐帮忙买下你的卖身契，派你来这里照看那盆灵树，而且他还许诺，你什么时候让灵树结出果实，他便什么时候推荐你进入玄心宗外门。他真这么说？确实，不过你也别太抱希望。我听大小姐说，灵果树一旦受损，就需要大量灵泉浇灌，育果的周期也会随之中断，直到灵果树完全康复才能真正恢复。以你一个仆人的薪水来看，别说修复了，能不能养活都成问题。绿娥姐姐说的没错，灵果树一旦受损，除了需要用灵泉源源不断的浇灌之外，还需要更多的灵气修复受损主干，普通散修都难以做到，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下人。难道这其中另藏玄机？咱们小姐手里共有5亩灵稻田、27株灵柴树和5口灵井，这些平时都是交给我们来打理的。而且我记得灵稻田和灵树都需要用控水诀才能打理。控水诀？是啊，小姐专门传授了控水诀给我们。说起来，我们也算是半个修士学徒呢。除了这些，我们下人每月能领到3枚灵璧和1枚灵果，比你在刘修士那儿好吧？一个天一个地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府里的规矩都熟悉的差不多了吧？哦，见过大小姐。控水诀的口诀就让绿娥传你好了，你就算正式成为朱府的仆人了。是。在此之前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先前在紫竹林，你不肯接灵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好凌厉的眼神，不能撒谎。因为我怕死。我师兄对你很有兴趣，但又给你出了个难题。
你是怎么想的？任凭小姐安排。好，你跟我来。我师兄是玄心宗内门弟子中的佼佼者，平时很少夸人，特别是凡人。哇！哇！你的确很聪明，在不触碰主家利益、极力保全自身的同时，还能通过朋友神不知鬼不觉地赚取差价。你是想通过这种手段积累100灵币，加入附近的小宗门？小姐果然料事如神。这次的宴席是临时起意，你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计划，稳稳当当的发财，思路确实缜密。不枉师兄对你夸赞有加。一切都瞒不过小姐慧眼。你可别夸我，绿娥在我身边多年，我知道她不会无缘无故地将生意托付给人。而你在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，从2位修士手中支取价值200多灵币的灵物，这无疑是在提着脑袋冒险。此等魄力，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小厮所具备的。啊？别害怕，我只是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行事竟如此老道，所以想跟你定一个协议。小姐请说。在我看来，目前几大家族固步自封，迟早有一天会湮灭在肆虐的妖兽之下。师兄也曾告诫过我，诸府思维固化太久，想要有所建树，就必须打破一切陈规，建立新的秩序，培植自己的力量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第一个助力。啊？小姐，可我只是一个凡人，恐怕……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因为誓约的关系，我无法传授你玄心宗的功法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我朱府握持拍卖会，也截留了不少功法秘诀，助你成为修士，绰绰有余。啊？你放心，我的目的是整合紫云镇的所有修士，然后去玄心宗专心潜修，而朱府将成为我坚实的资源后盾。只要这一天到来，去留随你。眼下我根本没有拒绝余地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啊？这个乾坤袋给你，里面有几篇功法秘诀，还有2枚下品灵石，供你修行之用。多谢大小姐。朱府一共有3座小型聚灵法阵，可以聚敛府内灵气，小幅提升修士的修炼进度。其中一座就在这里。我今天还要接待客人，你先待在此处修炼到明早。明日过后，你就不方便进来了，一定要好好珍惜时间才是。是。控水诀、蛇剑诀、寒冰术、不语术、活化术，虽然都是些基础功法，但也不用这么多吧？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小姐对我这般信任，我定要好好修炼，报答她才是。一旦我在短期内无法展现出相应能力，到时候大小姐的热情就会有所动摇。
真厉害！这灵果居然是我催生出来的，想来吃几个应该问题不大。好吃。灵果就是灵果，只吃了1颗，刚才的疲惫感就消失了。不但如此，头脑也变得更加清醒了。好吃，好吃。真带劲儿啊！小红，你快来帮我看看，这个位置放得正吗？再左边点吧。声音这么近，怎么却不见人影啊？该死的臭鸟，滚开！真是活见鬼了！这些声音明明听得很清楚，怎么不见人啊？绿娥，你的航之弟弟怎么还没从小姐房里出来呢？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小姐从不招异性下人，怎么突然就对航之弟弟那么感兴趣了呢？而且还把他留在自己房间这么久。我记得小姐说过，她屋里有棵灵果树，500年才开1次花，结1次果，结出来是精华灵果，拥有提升修士精力上限和增强体质的效果。市面上1枚就值50枚下品灵石呢。你以为小姐让航之弟弟照料灵果树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啊，不但是个凡人，连控水术都还没学会呢。500年份的灵果树，难怪视力听力忽然变得这么好，就连头脑也格外清晰。事已至此，道歉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更何况我之前并不知情。倘若大小姐真要追究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过好眼前再说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我时间有限，必须尽快掌握剩下几门法术才行。这蛇剑术虽然只是1品法术，但若打在人身上，也了不得。时间紧迫，必须再加快速度。大小姐，屈然已经达到了灵气外露的境界。尽管他的年纪已经错过最佳修炼期，却还能在半天内修炼到这种程度，难道他是个修炼奇才？怎么样，你修炼的如何了？多谢小姐成全，航之已经掌握了4门法术。现在就说掌握为时尚早。你是在聚灵法阵中施法，一旦离开这里，到了灵气贫瘠的地方，就会很难施法，而且需要消耗很多灵气。记住我给你说的，你表面的身份依旧是朱府下人，主要职责是照顾那株受损灵树。不过我已经跟他们知会过了，你平日里不必去后花园，待在房中休息即可。航之明白。行了，你先回房修炼吧，有需要的话我会叫你。啊，是。听说各大宗门中的灵气十分充沛，根本就不用为施法担心。紫云镇的修士家族跟那些宗门比起来，还是差了很多呀。罢了，就当是另一种机缘吧。好在我现在收获颇丰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吧。这里的灵气真是稀薄的可以啊！竟然用了这么久，才跟周围的灵气产生联系，连水球的体积都小了不少。控水诀！
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再来。坚持住，这可是我拜入玄心宗最好的机会。我可以。累死了！不行，得赶紧用火化术恢复一下灵力才行。杭之弟弟，你在儿吗？杭之弟弟，你初来乍到，我们怕你不习惯，特地来看看你。两位姐姐真是人美心善。就你嘴甜。你呀，才刚刚学会修炼，不能强行施展控水诀的。小姐难道没告诉你，施法过度的话会引起法术反噬，伤到元气吗？这是我难得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搏一搏。朱道友，看来令千金的同门师兄并没有支持你们朱家城管紫云镇的意思吗？是许家阁老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听小姐说，魏因阁老之位空悬多日，会对紫云镇安危不利，因此必须在近期择出人选。估计许家阁老是来逼宫的。啊，小女交友广阔，同门师兄不过顺路来这里歇歇脚而已，都是小辈间的事情，倒是让许阁老误会了呀。哼，说的倒是轻巧，谁知道你们背地里干了什么勾当？不愧是4大阁老之一，仅一个声波就能震慑凡人到如此境地。莫非他已修炼至3品巅峰？许老头，敢在本座府上张狂，你是想逼本座杀光你那府里府外的30个私生子，还是准备联合秦阁老同我朱家正式开战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二位都收收火气，我和徐老此行是为了找朱兄商量一下第4阁老人选的事情，为公不为私，可别让外人看了笑话不是？好一个为公不为私！既为公事，两位叔叔为何这般无礼？秦叔的解释，恕父亲不能接受。身为玄心宗门下弟子，父亲如果连家族荣誉都能任人随意践踏，以后还有何颜面立足紫云镇？又还有何脸面见我同门？哎呀，父亲侄女果然资质不凡，刚过18芳华就有此等修为，实在是……说这么多废话作甚？哎，徐老，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既为公事，那就请二位进屋一谈吧。咱们大小姐真厉害，那气势好威风啊！哼，就是，我看啊，这第4阁老的位置，定是非大小姐莫属了。两位阁老来势汹汹，显然是想迅速确定人选，哪会这么轻易的让小姐夺走？
你可有不甘？放心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虽然修为已经达到3品巅峰，但是对战经验和指挥调度方面，的确不如前任镇守无之初。另外，为父其实也希望专心修炼。父亲说的是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昨天让一个下人进了聚灵法阵，可有此事啊？好了，我们也赶紧去忙吧，都别在这杵着了。可惜大小姐这次和第4阁老的位置失之交臂，白白让那前任镇守无之初占了去。明日这消息估计就会传遍整个紫云镇了。好了，绿娥，咱们得赶快回去了。无论第4阁老的位置由谁坐，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抓紧时间修炼才是。哼，而且就今天形势看，朱家也不怎么安全。若秦徐两家联手，朱家必然陷入动荡之中，到时候这里所有人都会遭殃。眼下只有加紧时间提升自我，尽快成长起来，才有能力保护大家，保护师姐。唉，明明1个时辰前才滋养过，这会儿就流失的七七八八，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嘛！唉，这灵气散得这么快，要是能把这口堵上就好了。等等，灵气一散，活化术的原理是形成灵气漩涡，将四周的灵气汇聚到一个点上。这不正好能把一散的灵气重聚起来吗？嘿，还真有用！照这速度，只要维持一段时间，应该就能将它治好。不对。这样虽然行得通，但活化术一旦中断，灵气就会继续流失，不是长久之计啊！有了这2块下品灵石，应当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，姑且赌一把吧。不知为何，每当法力耗尽的时候，体内总会出现一股莫名暖流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的灵气恢复速度。这种感觉真好。恒之弟弟，恒之弟弟，恒之弟弟，怎么了？我进来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是法力竭尽虚脱了。你不要命了吗？好甜啊！啊，绿娥姐姐，从芳姐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哼，都告诫过你了，修炼是循序渐进的事情，千万不要乱来。你偏不听，这下好了。你一口气把绿娥存了半年的灵泉都用光了。啊，绿娥姐姐，谢谢你。你没事就好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任性胡来了。刚才差点吓死我了。唉，既然他已经没事了，我们还是先走吧，不然小姐吩咐的事情做不完就惨了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自个儿好好休息，切记一定要量力而行。没想到消耗过度的后遗症是这么严重，要不是绿娥姐姐及时出现，唉，不行，以后不能再那样不计后果的施展法术了，万一真出点事情，又得让大家担心了。
也不知道大牛最近怎么样。哎，大牛！杭之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嘿，怎么会？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灵酒、灵果、灵骨、灵泉，每样都不能少。哎，那不是镇守大人府内的管家冯如吗？说起来，紫云镇的镇守大人，权力仅次于4大阁老，虽不出众，但威慑力还是很足的。就是平时抠门的些，根本不舍得从外采购灵果、灵泉。今天怎么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大牛，跟我来。你这样啊，再见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哎呀，怎么整个方氏的灵果都卖光了？这下糟了！镇守大人决定今晚拜访新任魏营阁老，没有灵果可怎么行啊？卖灵果喽！又香又大的灵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！你这个灵果怎么卖啊？只要您30灵币一盒。什么？30灵币一盒？你咋不去抢呢？哎，嘘！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朱府宴客，把坊市上的灵果高价买走了很多，这可是我家主人拿出来的存货。哦，哎，我可听说有不少修士打算今天往魏营阁老家送礼啊，所以啊，坊市上的灵果现在一个都不剩了。我这儿啊是最后一批，您再不买，明天说不定价格就得翻倍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这些灵果我全包了。哎，明明是我先。你看，30灵币一盒是吧？这里有1块下品灵石和70块灵币，都给你了。还好我机敏果断，不然今晚的礼物肯定备不齐了。杭之，你好厉害啊！那人真的毫不犹豫的就买走了所有灵果。嘿，送礼嘛，讲究的是实惠又有面儿。灵酒灵茶太贵，灵泉又索然无味，这灵果就不同了，既能赏心悦目，又甘甜入味，关键是价格实惠。大牛，立即去联系那几个主家，花光灵币，用便宜的价格从他们手中收购灵果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垄断这里所有的灵果。垄断那是什么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快去快去，听我的没错。哦，那我这就去了。卖灵果嘞！1盒灵果40灵币，2盒起售。卖灵果嘞！又大又甜的灵果。灵果。嘿，今天总共收获了1300灵币，不错不错。除了成本价外，刚才还多给了大牛100灵币。想必就算其他主家修士发现我们倒卖灵果赚取差价，也不会为难于他，说不定还会给予奖励。至于手中剩下的几百灵币，足够换些下品灵石了，拿去干点什么好呢？杭之弟弟，你让我好找啊！小姐传你去见她呢。小姐要见我？今天的事我听说了，就连姚三先生也对你赞不绝口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反而认为你做得很好。看来姚三一直在暗中观察我，我竟丝毫没有察觉。
以后得小心行事了。我看你这么有经商天赋，就想着让你来试着掌管一下我这边的内院事务。啊？我们朱府的资源一共分为3块，其中最大的一块掌握在老爷手里，通常由主母主持，剩下的2块则分别归属大小姐和2少爷。而小姐手中的资源共有5亩灵果稻田、27株灵果树和5口中型灵井，下人则包含了丫鬟27人、嬷嬷5名、门客3人，再加上你陆航之。在紫云镇上，只要有1棵灵果树，就足以支撑一个修士的修行之路，助他成就2品修士。然而，在身为朱府千金，却能独享27株，当真财大气粗。另外，我们朱府自产的灵虎、灵果和灵犬均为上乘之品，不同于市井货色。平日里，除了一些必要用度外，大部分都会留存下来，用以兑换下品灵石。至于这些下品灵石的主要用途，是辅助小姐修行，其次再是门客每月例行的开支。小姐是希望我代掌这些资源，设法用它们换取更多的下品灵石。不错。不过，你目前只是暂代而已，因为内院的资源十分重要，你又是第一次执掌管理之事，恐力有未逮，姑且先试行1个月。倘若在1个月内你能让收益超过上个月份额的1成，就能继续执掌下去。反之，如果出了任何岔子，小姐将随时收回你的权利，你则继续做回你的小厮。承蒙小姐看得起航之，航之必当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。上个月上缴给小姐的资源，一共是500块下品灵石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在1个月后收益能超过550块下品灵石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啊，500块下品灵石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多财物，有些惊讶。没事，只要你干得好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啊，小姐，若没有别的吩咐，姚三就先行告退了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航之，你留下，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啊！姚三是爹的人，他跟镇上许多修士家族关系都不错，是个玲珑八面的能人。啊，姚先生在我们这些下人面前也十分平易近人。是吗？以前我院子里的一应杂事都是交由他代办，他办得面面俱到，很是不错呢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啊，夺人财路这种事可是个苦差事，不过小姐如此信任于我，我也定会尽己所能，将这院子里的事打理妥当。这个管家令牌给你，今后和其他家族打交道的时候用得上。对了，你刚才听到姚三说500块下品灵石的时候，表情有些奇怪。小姐英明。根据这些天我在方氏摆摊所得的数据和经验看，这姚三提供的资源配比很有问题。照常理，就大小姐院内的收益，每个月至少能兑换出580块下品灵石，可姚三报上来的却只有500块下品灵石。罢了，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还是不要说破。年纪轻轻，心思倒挺深沉，不妨小小期待一下吧。昨天的事听说了吗？我看咱们绿娥啊，
过不了多久就要成为管家夫人了。你个小妮子就要胡说！唉，在外人看来，管家确实是个美差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得到这个职位，就算是把前任管家彻底得罪了，一个不小心，还会有失去小姐信任的风险。想必大家已经知道，今后的1个月内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，你们可能要在我手底下干活。所以往后发生在院内的任何事情，我希望你们能第一时间一五一十地向我汇报，之后再由我将这些事情禀明小姐。此外，我刚才冒死用几百灵币从小姐手中买到了点小礼物送给大家。居然还有礼物！希望各位姐姐、嬷嬷能够喜欢。产自朱府的优秀灵果，送给各位。接下来，我有一项重要决策，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。以后，你们想吃灵果很容易，多劳多得即可。我会根据你们每天的工作量，派发相应数量的灵果，而且都是我们朱府自产的优秀灵果。哦，真的吗？只要我们努力干活，就能获得灵果？咱们朱府的灵果可比市面上的金贵许多呢。当然，不过想吃灵果，就要多劳动。但如果活做的还没之前好，轻则扣除俸禄，重则驱逐，或交由小姐处置。你们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很简单，每天完成对灵果树施展2次控水诀就算合格，平均4个时辰一次。若多施展1次，即可领取1枚灵果。灵谷稻田那边也是一样，每4个时辰一次，每天2次即合格。多施展1次，则多获得1枚灵果。不过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，那就是每次施展控水诀的时候不能偷懒，施术质量要有保证。为了监督和记录大家的完成情况，做好分配工作，我会特别指派1个监督员和记录员。绿娥从芳，你2人可愿担此重任？谨遵陆管家吩咐。是啊，倘若我等真超额完成工作，那得消耗不少灵果呢。小姐能同意吗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你们放心吧，至少在这1个月内，小姐许我院子里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当然，如果你们配合，以后这项奖励制度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可如果你们不配合，1个月后我拍屁股走人，你们以前怎样，以后还怎样，不会有影响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陆总管，我们打算以后每天多施展2次不语术，到时候真能领到灵果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必须有他们在场监督，而且不语术的强度也不能比先前逊色。只要他们觉得没问题，就会记录在册，再来找我支取相应灵果。好了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我对你们只有1个要求，好好完成工作任务，最好能主动积极一些。你们超额完成，对大家都好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晚就会有1批灵果熟透，该怎么做就看各位的选择了。都去忙吧。2位姐姐，我刚才表现的还不错吧？今后就要劳烦2位姐姐多照拂了。哪能呢？你现在都是管家了，在我2人之上，应该是你照顾我俩才是。那可不敢，我能有今天，还是托2位姐姐的福呢。行了，就你嘴甜，放心吧，你既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你的。那就多谢2位姐姐了。
丫鬟和嬷嬷总共交上来940枚灵果。唉，姚三啊姚三，难怪大小姐毫不犹豫拿掉你内务总管的职务。你每月光灵果就能节流100多枚，数目不小啊！嗨，今日奖励的灵果都发放完了。是啊，差点累死我们。2位姐姐那么辛苦的帮我做事，我怎么也不会亏待你们呀。拿着，每人2颗。这还差不多。 2位姐姐是我最亲近、最信任之人了，看到你们这么累，我都不忍心了。嘿，瞧你说的，看在灵果的份上，这一次就饶过你了。照这种奖惩制度执行下去，每天最多支出30几枚灵果，就能让各种灵物的收益提升到50%。长此以往，我们院内的收益每个月将提升50%左右。 可兑换出的灵石数量为250块下品灵石，将会大大超越诸府其他人的院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我只看结果。是。姚三，可恶，居然断我财路！朱府新路行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陆管家，快来！哎，这不是先前姚管家的独院吗？这是大小姐的吩咐。 以后就是你的新居所了。让我住姚三的独院，那他……这座院子附近就是灵谷稻田，是我们院除了小姐房间外灵气最充足的地方。陆管家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绿娥姐姐慢走。唉，我总算知道那些宗门。 为什么一定要建在灵气充裕的地方，还要布下聚灵大阵了？在灵气充足之地和灵气贫瘠之地修炼，完全是2种天差地别的体会。想要修行，还是得进入宗门才行。不过现在，得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陆总管。 我们这次出来主要做什么呢？哼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大牛，快跟我说说，最近灵果的价格和销售情况。哦，哎，他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哼，谁知道，神神秘秘的。前些天冯管家高价买那么多灵果，说明紫云镇内给新上任的吴阁老送礼的人很多，市面上的灵果严重缺货，大部分修士家的存货都到了吴阁老手中。 造成了大面积倾销的情况，而刚才牛刚说灵果的价格现在很低，果然如我所料，吴阁老肯定用不完这么多灵果，这些天就会压低价格再卖出来。杭之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哼，你要是能听懂，你就不是大牛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帮我。好。 绿娥姐，你跟我去一趟拍卖所，将我们院里的灵果质押，兑换成下品灵石。兑换灵石？嗯。从芳姐，你以我的名义去邀约吴阁老的管家，到望江楼一叙。嗯，好。哈哈，不知陆小兄弟相邀，所谓何事啊？也不怕吴老见笑。 在下受抚琴小姐所托，接掌管家一职，实在是一头雾水。这次约您出来，就是想跟吴老做笔生意，好在小姐面前表现表现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哼，听说吴管家那儿有一批灵果，
在市面上急于脱手，却又找不到买家。在下手中正好有一批灵币，想着要不要帮您接下来。一来可以增进两家关系，二来想从中赚点差价。吴老以为如何呢？眼看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若再不将这批货物变现，恐怕无法拍下那本三品法书。哈，那陆小兄弟能出多少价呢？40块下品灵石。1块灵石等于200灵币，这些灵石相当于一本普通的三品法术秘籍了。如果做成这笔生意，老爷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。可这小子如此年轻，我和朱家接触又少，他说的话能信吗？吴老放心，若没有大小姐的允许，我是万万不会在您面前托大的。好，既然陆小兄弟待人如此真诚，那老头子我也不儿虚的了。我能做主给你的最优惠价格是2枚灵果3个灵币，40块下品灵石全买的话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5400个灵果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吴管家，请。陆小兄弟请。用2700优秀灵果换取5400普通灵果，转眼就赚到了1/3的差价。告辞。行志，我在这里。啊！大牛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成了。这几天灵果价格被压得太厉害了，大人亏损了至少20个灵币呢。所以我把你跟我说的买断合作跟大人一提，他立马就答应了。另外几家也很顺利。哼，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明天拍卖会一开始，为了玄心宗那件压轴灵器，各地的散修和宗门弟子都会聚集在这里。到时候紫云镇定会人满为患。5400普通灵果，嘿嘿嘿，在肥羊。哼，哈哈哈哈。岂有此理！怎么一个灵果都没有了？哎呀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就在几天前，紫云镇卫营新任阁老继位，很多修士为了给新阁老送礼，将镇上的灵果都买空了。我听说灵果价格最高的时候，竟然涨到10灵币一枚。啊，10灵币一枚，疯了！三大家族产的优秀灵果也才3灵币一枚啊！更何况这些优秀灵果都是为了拍卖会准备，供宗门长老采购的用途。像我们这种寻常修士，想买还没有门路呢。哎呀，分头再找找吧。谁说不是呢？而且就那几天，就连优秀灵果的价格也比平时贵了许多。哎，这个小厮好像是卖灵果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你。你先前每天都会在这里卖灵果，对不？赶紧带我们去找你家大人，就说我金刚门弟子要向他采购灵果。大人，我家大人手里现在也没灵果，都卖光了。他们没有撒谎。这次出来，我还想带些灵果回去，谁知道去访市跑了一整条街，竟然连1枚灵果都没买到。
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只能待会儿进拍卖会的时候看看了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？我摊位放这儿了。哎，此处是拍卖会场入口，不得擅自摆摊。哎，是我们的摊位。好像是朱府大小姐的人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您自便。我们开始吧。灵果了，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新鲜灵果了，过来看。是灵果。小兄弟，你这灵果卖22灵币一盒？对，不过2盒起卖。这价格虽然比平日高了些，但跟前几日10灵币一枚的价格比起来，良心多了呀。这些我全包了。好，找您160灵币。这里居然有卖灵果的！怎么只剩10盒了？快，给我来5盒！剩下的5盒我要了。哎，小兄弟啊，你这里还有灵果啊？我要20盒，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10盒也成。可以，20盒灵果，总共2块下品灵石，又40枚灵币。这么多！哎呀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请开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就是，拍卖会都要开始了。给我来20盒。好嘞，我要10盒。给我来5盒。哎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哎呀，我要50盒。快给我！先给我，先给我！卖灵果喽！卖灵果喽！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卖灵果喽！卖灵果喽！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唉，终于卖完了。是啊，数灵币数得我手都快抽筋了。杭之弟弟，你也太厉害了！8000灵币采过来的灵果，转手就收获了19000多灵币。哎，嘘，财不外露，不要张扬。哼，既然手上的灵果都销售一空，那我们也赶紧回府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陆小姐、从芳姐，我这里有2个包好的乾坤袋，里面每个都有10灵币，麻烦你们帮我给刚才帮忙吆喝的2个修士犒劳一下大家。好，走。金儿，为父给你100下品灵石，买这个叫陆行之的卖身契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不卖。那200。就算给1000下品灵石，我也不卖。爹，他可是女儿的第1个门客，你这就想挖墙脚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哈哈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过，此子并非池中物，你切记要小心。女儿觉得他的奖惩制度很不错，父亲，你要是愿意效仿推广，我们家族的资源定能在3年内翻倍增长。唉，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紫云镇虽然是小地方，但也是一滩深不可测的浑水。朱府如果做得太耀眼，未必是件好事。日后
等你突破了4品，我们朱府才算真正拥有了决定性的话语权。到那时再谈这些也不迟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光灵果一项的进账就将近60块下品灵石。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，1个月的时间，灵果的收益就能比往常多300块下品灵石。另外，小姐师兄留下的那盆灵树，受损部位已经愈合得七七八八。不过，我怀疑那灵树并非果树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不错，看样子灵树受损的部位的确已经愈合结疤，不再向外溢灵气。哎，杭志，你刚才说这棵灵树可能不是灵果树？是的，通过这些天照顾灵果树的经验来看，通常灵果树的灵气养分都聚集在枝节的前端，然后再开花结果。可是这株灵树不同，我在照顾它的时候发现，灵气不再溢散的时候，所有灵气养分都是往下的。的确古怪，既然不是灵果树，那它会是什么品种，又有什么功效呢？那个小姐，如果这株灵树不是灵果树，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它开花结果，对吗？放心，单从你救起这株灵树，我师兄就会履行承诺，帮你成为玄心宗外门弟子。说起来，你简直是我的福将。自从你到了我这里，朱府的收益远胜往昔，加上又和诸多灵果树主人签订了买断协议，以后我每月的修炼资源至少能达到1000块下品灵石，对我冲击4品非常有利。杭之，你知道吗？玄心宗内竞争激烈，天才众多，我的资质也不出众。冷师兄之所以来到这里，也只是因为他听闻我朱府擅长培育灵果树，所以特地来找我医术。没想到这些宗门虽然资源丰富，但派系之争居然这么严重。这样一来，大小姐资质一般，加上本就势单力孤，在宗门中肯定拿不到好的资源。与其留在那儿静静艰难，倒不如回朱府修炼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这株灵树，冷师兄就得承你的情，接引你进玄心宗。只要好好建立这层关系，以后玄心宗内就没几个人敢欺负你。另外，下个月宗门大比，我正好要提前回去准备一下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回玄心宗。这段时间我会让绿娥和从芳帮你管理后院。反正你在我那株500年份的灵果树结出的灵果洗礼下，体质已经堪比2品修士，法力也达到了2品初期，正好趁此机会学着掌握一下2品法术。小姐看出来了，请小姐恕罪。看在你这段时间如此勤勉的份上，灵果就当奖励送你了。你跟我来。这些秘籍都是2品法术，每一本流出去，至少能卖50块下品灵石。不过，这些都不能带出去，你只能在这里好好阅读修炼。师姐待我这么好，将来学有所成，定当涌泉相伴。多谢小姐。错，该叫师姐了。是师姐。接着，这里面有60块下品灵石和940枚优秀灵果，算是师姐给你的改口费了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参悟。
是二品法术，都是货真价实的二品法术。好，就是这几本了。哼，这木参术施法后，身体的一部分可以变得跟铁木一样坚硬，而这火流术施法时可催生出一道火焰，用来攻击敌人。至于这玄甲术嘛，能够以五行之力构筑玄门护甲防身，还可抵挡3次普通程度的二品法术攻击。这样，我就有2门防护类法术和1门攻击类法术傍身了。先试试吧。二品法术对灵力的消耗程度果然很高，才一会儿功夫，身体就开始发虚了。看来得借助一些外物来辅助了。还是失败了。不行，再来。已经是第36枚灵果了，今晚务必要掌握玄甲术。玄甲术成功了，虽然成功了，但施法过程冗长，效果欠佳，必须多练习几次。不枉师姐留我在巨灵法阵附近修炼，才短短2个时辰，就已经掌握了1门2品法术。师弟啊，以后你就尽管安心在此修炼，熟悉法术，为将来进入玄心宗积累实力。府中之事交给绿娥和从芳即可。当然，你现在对外的身份依旧是我的管家。明白了，师姐。在我玄心宗外门中，似你这般年纪的弟子，若能达到2品初期修为，便能勉强进入中等之列，但若想进入内门，却几乎是终生无望。除非你能杀入外门弟子排行榜前10。想当年，我也是借助活化术，才勉强杀进外门前10，有了今天3品巅峰的成就，但却一直止步于此。你可千万不能怠慢。师姐每个月有那么多下品灵石供应，在玄心宗内门，居然还只是个垫底。真正的修士，除了功法秘诀和灵石外，灵气和符箓也不可或缺。我这有一些曾经用过的东西，品质还算不错，你先拿去。里面有符箓和木灵剑。符箓的用法很简单，你应当知道。至于木灵剑，是我刚进宗门时爹亲自为我排下的，只要注入灵力，便可激发出木灵剑气，威力堪比2品巅峰修士一击。多谢师姐，如此厚爱，受之有愧。让我为师姐做些什么吧。杭之师弟果然聪明，2品法术价值不菲，木灵剑更是堪比3品灵器，总价值在2000块下品灵石以上。我只希望杭之师弟能在成为玄心宗外门弟子后，参加半年一度的大比，角逐前10名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其实，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但我还是想让你去感受一下前10的实力，能在比试中有所收获。原来如此。一旦杀入外门前10，内门长老就会赐下至少1枚培元丹作为奖励。师姐呢，想用这些东西换你1枚培元丹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师姐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即使师姐不给我这些东西，我也理应投桃报李。若能顺利获取1枚培元丹，定当回报给师姐。
培元丹乃玄心宗重宝，每年产量有限，若能获得1枚，定能助我突破至4品。师姐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你说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真正的妖兽精怪，所以师姐外出修炼的时候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，让我开开眼界啊？这不行。且不说我在外面修炼的机会很少，就算有，外面的妖兽精怪也极度危险，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。你修为尚浅，还不适合外出修炼，不如换个条件吧。作为紫云镇修为最高的修士之一，师姐竟还没有单独带队狩猎妖兽的经验，也难怪紫云镇的整体实力在其他城镇中排行最末。那我能在聚灵法阵中修炼3日吗？其实就算你不提，我也会让你在聚灵法阵中多修炼一段时间，好好巩固修为。不过既然你主动提出来，我就索性给你7天时间，正好我也有事需要外出几天。多谢师姐。另外，那盆灵树，你就搬到这边好生照看吧。毕竟，它是你进入玄心宗的敲门砖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师姐请放心，我这就去把它搬来。接下来，我必须回玄心宗一趟，将此事告知冷师兄。就算日后成为玄心宗的外门弟子，也未必会有这样的修炼机会。必须好好珍惜这7天时光，尽可能提升自身实力。这股香味给人的感觉怎么暖洋洋的，好似有一股强大的灵力正钻入我的4肢百骸，令人精神一缓，十分舒畅。这是居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到2品后期了。多日不见，没想到你不但成了管家，还入了修炼一途。真是物是人非呢！我坚守20载，却依旧身在2品，果然没有修行天赋。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你今天不会是专程来看我的吧？算是吧。我跟小姐马上就要离开紫云镇了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。我在这里也没有别的亲人，所以在临别前过来跟您聊聊，道个别。难得你还有这份心，来，进来坐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竟也看不透你的深浅，不知朱府是看中了你什么样的天赋？这话看似褒奖关心，实则就是在试探于我，想获取我修行如此快速的秘诀。大小姐的确对我十分器重，不过她肯全力培养我，确实有别的原因在里面。哦，上次在紫竹林，我偶遇了一位玄心宗的冷师兄，他对我十分好奇，于是托大小姐照顾我一阵。算算时间，如今也该差不多办好引荐我入玄心宗的手续了。什么？拜入玄心宗？康之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倘若加入玄心宗，将来你必能飞黄腾达。好说好说。另外，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冷师兄对我的知遇之恩，
我不能不报。奈何我身家实在浅薄，入不了他的眼，所以就想问问您，这紫云镇上可有什么好东西，能让玄心宗冷师兄看得上眼？紫云镇上法术秘籍、强力法器是从未听闻，天材地宝一般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有强大的精怪妖兽看守，十分危险。哦，对了，以前倒是听说有个厉害的剑修斩杀了几头五品妖兽，最后好像把他们的灵力全都移植在了一棵朱果树上，并带回了玄心宗。好像500年一次开花结果，每次只结10几个果子，每个果子都能增进将近10年的修为。可惜至今为止无人证实此事真伪。哦，朱果树，还有呢？再来我就不清楚了。嘿，这种事知道的越多越危险，还是别动小心思的好。看来他是真不清楚那株神秘灵树的信息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啊？哎，杭之，啊，你等等，我们好歹主仆一场，我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。这本秘籍你且拿去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啊，敛息术。这本秘籍算是我师门的不传之秘，无需消耗任何灵力就能隐藏自身的一个小境界的法力修为。随着修为增高，能隐匿的境界也会随之增长，一般修士根本无法发现，除非对方的修为高过你3个境界。哦，是吗？这么厉害的术法，以前怎么没听您提过呀？这个嘛，我现在只有2品中期的修为，隐匿意义不大，还很可能会被人欺负上门，又怎么保得住我修士的地位？哦，也对也对，那就多谢了。这道身影流露出的气息，似乎和平常修士不太一样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一只小野猫而已。告辞。啊，师姐，你回来了。冷师兄已经答应引荐你进入玄心宗，并催促我等尽快将灵树一并带回。哎，师弟，你的修为已经突破到2品中期了。哎，好不容易能在聚灵法阵中修炼，自然不敢怠慢。好在总算有了些长进。难怪冷师兄对你另眼相看，你不但机敏过人，资质还不错。一旦你2品中期的修为完全稳固，再用大半年时间闯入外门前10，玄心宗将正式有我们紫云镇的一席之地。朱府一旦出现2位玄心宗门人，在紫云镇的话语权将彻底盖过其他2家，成为镇上最大的势力。到时候再整合资源，调动全镇的修士力量，狩猎妖兽精怪，我能从中获得的修炼资源将会至少提升10倍。别说4品，进入5品也指日可待。对了，进入玄心宗的日子就定在7天后。啊，这么快？你不要紧张，也不要太过有压力，保持平常心即可。接下来的7天，你就继续在这里修炼，好好稳固一下修为吧。多谢师姐。师姐这是把未来全部压在这位冷师兄身上，我也必须加把劲儿了。唉，10天过去了，这灵树还是老样子。师弟，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去一趟演武场。哦，好。师
师姐，难不成你要亲自辅导我？明天就要启程去玄心宗了，也是时候指导一下你的实战对练技术。不过，你才刚刚踏入修真之路不久，现在属于临时突击，能掌握多少就要看你的悟性了。多谢师姐。师弟，你可要看好了。一个强大的修士，手中资源无数。灵气、符箓和空法秘诀也必不可少，飞剑更是宗门弟子不可或缺的武器，而御剑术则是最基本的攻击手段。但是，只有修为达到3品的时候，才能勉强掌控此术。现在的你，如果遇到3品修士的攻击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。好强的威力！这一剑是告诉你，对厉害的修士一定要心存敬畏。不过你放心，玄心宗的外门弟子中很少有3品修士。不过你也不可得意，因为凭你的攻击手段，用蛇剑术和火流术很难对抗2品修士。师姐放心，进入宗门后，我定当加倍努力。好，现在换你来进攻我，不用怕伤到我。尽管出手。好。啊！不错，虽然这蛇剑术攻击弱了些，但攻击速度很快。最关键是，你居然能做到随心而发，威慑力近乎2品。不错，再来。杀伤力不错，可惜，如果火流术的攻击速度能再快点，你就能靠它杀进外门前50了。啊，这么厉害？对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只要撑开玄甲术，再让对方吃2击火流术，对方的防御必会崩坏，短时间内无法施展其他防御法术。这个时候，蛇剑术便会成为你的制胜法宝。但是，火流术的速度太慢了，很容易避开，所以可惜了。哎，师姐，在宗门大比上能使用符箓吗？当然，符箓本身就是修士重要的组成力量，自然是允许的。不过大比期间，每人只能带3张符箓在手。3张吗？哼，足够了。师姐，我能再进攻一次吗？行。练习几次都行，只要你能有所领悟。师姐当心了！怎么会？岂能想到借用符箓和火流术混合来破我的玄甲术？此子当真厉害！你做得很好，咱们继续。晴儿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爹，放心吧，你也多保重。陆小友，朱府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谢前辈。师弟，我们走吧。我第一次也不适应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师弟，一会儿你可要坐稳了。啊。
哇塞，这感觉也太刺激了吧！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到前面取样东西。哎，那师姐你小心些，我总感觉这里不太安全。放心吧，这里距离宗门很近，算是玄心宗的地界。别看附近阴森气冷，其实是宗门专门培养玄阴黑莲的地方。我也是顺道路过，正好采摘一点回去换些灵石。嘿嘿嘿，大白仙鹤，一男一女，紫云镇主府大小姐，3品巅峰的修士，身价不菲呀。这次我先动手。哼！不对，有2个人正在急速靠近，有杀气！啊！玄甲术，好强！不好，看来要小心了。可恶，情报有误，这小子根本不是2品初期的修士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情报？来者何人？为何出手伤人？火系法术，老子最讨厌玩火的。火流术而已，没什么。尝尝这个。不好，快闪！谁说这小子只是才入2品的菜鸟修士？老子回去非杀了他不可！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有功夫废话？完了，根本挡不住！师姐，你们可以死了！御剑术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还好师姐回来及时，不然我就要小命难保了。这些该死的邪修，竟敢深入我玄心宗地界！待我回宗后禀明长老，定要把方圆千里的方氏小镇都捋一遍，杀杀那些亡命之徒的气焰。师姐，方才我听到他们说什么情报有误，似乎一早就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停留。此事蹊跷，需要好好调查一下。另外，这2个都是3品修士，应该有些身价，你且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上的。好。师姐，他们身上的好东西不少呢，总共有200多块下品灵石，2叠符箓，还有1本功法秘籍。一点小钱罢了，你自己收着吧。要不是你先前拦住了他们的第1波攻势，我也没那么容易把他们解决掉。走吧，我们加快速度返回宗门。锐金剑气是攻击防御类的2品巅峰法术，有破甲之效，正好适合我。不愧是修真大派，这阵势就是不一样。见过萧师兄。父亲师妹，虽说你已入内门，但是私自带外人进入内门，可是触犯门规的。这位萧师兄倒是嚣张得很啊！哼，有什么可牛的？此人并非外人，
他是冷师兄向宗门推荐的新人。罢了，既然是冷师兄推荐的人，那这次就算了。师姐，刚才那位萧师兄是内门弟子，4品初期的修为，玄心宗排名97，目前在戒律堂做事。师姐，是不是跟这位萧师兄有过节呀？在外门的时候，他曾被我击败，但进入内门后，他修为就突飞猛进，直接突破到4品。当时他第一个挑战的人就是我。难不成师姐回紫云镇修炼，是为了避开此人？我先带你见过冷师兄。哦，好。1个月不见，没想到杭之小兄弟竟已到了2品巅峰的修为，竟然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实际修为。5品修士，当真厉害！冷师兄的提携之恩，杭之感激不尽，日后定当效犬马之劳。小兄弟言重了，你是凭借自己的本事完成了我的嘱托，这才得以入门。更何况以后我们就是同门师兄弟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谨记师兄教诲。另外，外门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过会儿你可以直接去报道。多谢冷师兄。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能在短短1个月内修为进步神速，看来你是个很有修行天赋的人。相信假以时日，我玄心宗内门必能增添一名新人。杭之不敢居功。好了，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。冷师兄，有件很重要的事，必须向你禀明一下。哦。哼！这些邪魔外道贼心不死，居然敢闯入我玄心宗地界寻衅滋事，简直找死！这件事情我会亲自禀明掌门，为师妹记一功。父亲谢过师兄。师妹不必客气。时间还早，我备了一壶灵泉甘露，你们路途劳顿，不如先坐下暂歇一下吧。杭之师弟资质不凡，再过1个月就是门内大比，有没有兴趣拿个头名回来？冷师兄说笑了，我这点微末修为，恐怕……能以区区1人之力阻拦2位3品修士，寻常的2品修士可做不到。杭之师弟，你的战斗意识很强，不应该被普通修士的思维所局限。这次大比，我看好你，只要全力以赴，定能力争前3。前3会有一件量身打造的装备，正好我记得宗门有一件5品妖兽兽骨炼制的骨盾。既然冷师兄如此厚望，杭之一定全力以赴争夺前3，替师兄拿到骨盾。果然聪明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只要你能成功，踏入内门的那天，我必会帮你在内门中争取一个差事。看师姐的反应，内门的差事似乎好处不少啊！多谢师兄。没想到冷师兄如此看好你，竟许诺了堂口的差事。你可知我们玄心宗分为3阁、3堂和3峰？长老们掌管的3阁暂且不说，3峰
则是外门弟子打杂的地方，做些护琴御药的杂事。重要的是这3堂，就是戒律堂、金玉堂和灵寿堂。他们分别执掌宗门戒律，管理丹药灵气和调度仙琴。通常内门弟子每月会有2块中品灵石资源，也就是200下品灵石。此外，名次靠前的会赐予丹药辅助，最顶尖的还有培元丹赏赐。如果能在3堂之中的任何一处找到差事，每个月还能领取1份额外俸禄。就拿最差的戒律堂来说，每个月能多得2块中品灵石。像金玉堂这种盛产灵气丹药的堂口会更富有。至于灵寿堂弟子，还可以携带各种灵兽，外出十分便利。3个堂口好处不一。难怪3堂果然都是废柴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外门前3难度实在不小。当年我以3品修为，也不过得到第9的位置，所以你尽力就好。多谢师姐提点。不为别的，就算为了自己，也要尽力一试。哎，抚琴师姐旁边那个人是谁啊？不知道，看着不像内门的师兄弟啊。我现在带你去见外门的管事长老，你要切记，这里严禁私斗，违反者一律处死。修炼和比斗都必须在风下进行。好。师兄啊，我正好差些贡献点，就能进入聚灵法阵修炼了，所以想多领一个任务。新来的？哎，是。这么辛苦干嘛？今天的任务不用做了，随便找个地方歇着吧。下一个。你要干嘛？可别做傻事，想1个月都接不到活吗？就是啊，那个是方师兄，得罪了他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的。周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找穆长老。哦，穆长老正在分配外门弟子的修炼室。那行，你先忙。抚琴见过穆长老。他就是冷无涯推荐的新人。是的。行之见过穆长老。不错。他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而且刚才又传音给我，让我别给你安排太多活，说是为了这次外门大比备战。可是当真？愿听冷师兄安排。也罢，冷无涯还是第一次引荐新人入宗，这个面子不能不给。小老儿我就做主，让你进1号修炼室好了。师弟，外门第1修炼室是穆长老的专用修炼室，灵气密度不逊色内门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。你可得好好谢过穆长老。多谢穆长老栽培。要谢就谢冷无涯那小子，他可是拿出了1包云雾仙茶给我。如若不然，你一个新人想用1个月的修炼室，基本不可能。拿着锦囊就可以进入1号修炼室了，在宗门大比前，你都可以待在里面。是，多谢穆长老。嘿嘿，穆长老的修炼室啊，是上面特地安排的，只有得到穆长老青睐的人才有机会入内修炼。不过像你这样初来乍到就能获得1个月时间，还真是头一回看到。前面就是1号修炼室了。这位师兄，以后还要承蒙师兄多多关照了。
哎，都是师兄弟，互相关照也是应该的。我就不打扰你修炼了，告辞。师兄慢走。就这还1号修炼室，怎么看怎么像牢房啊！不得不说，这里的灵气浓度真高。若是在此处施展一个活化术，根本不需要借助灵果补给，灵力就能保持最佳状态。难怪连师姐要那么说，不愧是修炼宝地。这个冷师兄现在对我越好，就证明他对那块5品妖兽的骨盾志在必得。如果到时候我无法夺得前3，唉，指不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现在分秒必争，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。先看看钱库袋里都有什么功法。这个冰寒破体倒是可以配合玄甲术一同施展，能够大幅提升自身的防御系数。这个疾行术能够提高移动速度，增强躲闪能力。师兄，你对陆师弟是否过于看重了些？他毕竟入门才不到1月。师妹，此言差矣。陆师弟自小生活在底层，一双眼睛能够洞悉世事，有着高于自身年龄许多的聪明才智。应对那2个邪修时展现出来的胆色与果决，非常人能及。因此，我认为他更适合狩猎修行。狩猎修行，那可是许多内门弟子才能做到的修行方式。是啊，不过主要还得他自己足够努力才行。狩猎修行的路上，不能有一刻松懈，必须不断督促自己尽快变强。我也不确定他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。师妹，我知道你想借助他的力量在玄仙宗站稳脚跟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。知道了，师兄。这里有2枚培元丹，你拿着，回去后马上冲击4品，为1个月后的大比做准备。等你冲入内门前5时，我就允许你借我的名义行事。父亲一定不会让师兄失望。父亲就先告退了。失望吗？但愿他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。哎呀！啊！这里空间也太小了，速度一快就容易撞墙。而且，虽然疾行术速度很快，但是消耗的灵力过大，不适合长久作战。一定要足够熟练才行。这小子有2下子呀！疾行术可是所有外门弟子公认的最消耗灵力又最难以掌握的法术。好，接下来练习高速移动施法。看来还没达到随心而动的地步。是我太高估自己了。算了，还是先从熟悉的玄甲术开始吧。玄甲术，再试一次火流术。这次虽然释放出来了，但威力不足。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施展攻击类法术，难度还真高。
继续。他居然这么快就练成了。这小子不但天赋不错，难得的是这般勤奋努力。这次宗门大比，外门弟子这边有乐子喽。火流术。流火蓄势，配合狂风符箓和木灵剑气，不但可以组成堪比二品巅峰的攻势，还能对二品修士的防御法术进行破甲攻击。可是这种战术对付一个3品修士还是够呛，需要再想想。对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这可是真正的2品巅峰法术，不但攻击速度更快，威力强过火流术，甚至不需要符箓的辅助就能达到很好的破甲效果。若再配合木灵剑气，相信即便是3品修士的防御法术也能瞬间摧毁。居然有个新进的外门弟子，已经在1号修炼室待了半个月了。是的，听说穆长老特许他在其中修炼1个月。您现在过去是不是不太……我说怎么找不到穆长老人？看样子他是在故意躲我，不想借我1号修炼室。哪能啊！过不了多久，您定能成功进入内门。穆长老怎会不知？行了，少啰嗦，我要向他约战。我叫胡王，在此诚邀师弟出动一战。午时1刻，胜者到1号修炼室，我等你。放完狠话就走，这什么路子？胡王，难道是师姐提过的那个3品修士胡王？师姐说他是戒律堂堂主预定的徒弟，外门大比炙手可热的人物，现在居然为了争夺1号修炼室找上门来。罢了，姑且用它来检验一下我近日来的修炼成果吧。在下新晋外门弟子陆航之，见过胡师兄。玄甲术。没想到穆长老居然是为了一个2品修士开小灶。失算了。他为何这个表情？难道玄心宗弟子比武的时候都不喜欢说废话？既然师兄不愿先出手，那师弟只有得罪了。他这样子，难不成真想和我打一场？事已至此，索性跟他切磋一下，待我拿下1号修炼室，再给他一些补偿好。金刚术，火流术。算了，我站着不动，你赶紧动手。法力耗尽就直接认输吧，反正拼不过我，也不是多丢脸的事。虽然我们境界上确实有很大差距，但也不用这么轻看我吧。
锐晶剑气，这点杀伤力，若是遇上同境界的修士，对方恐怕很难吃得消。师弟，看来你对锐晶剑气的掌握很娴熟啊！师兄过奖了，师兄还不打算出手吗？不是吧？狐王居然挑战这种角色？这打还是不打呢？既然师兄不屑出手，那师弟我就先行返回修炼室了。半个月后宗门大比那天，希望能有机会再跟师兄切磋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堂堂3品修士，竟然腰斩2品修士，真不嫌丢人！还不给我滚回来！这个胡不归未免也太强了吧！仅说了一句话，就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恐怕他的实力比冷师兄还要胜一筹。虽然这场比试以闹剧收场，但也算有些收获。那狐王的3品防御法术十分厉害，要是在外门大比上遇到，我几乎没什么胜算。除非，哼。冷师兄，不知冷师兄大驾光临，行之有失远迎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我也是听说你要跟狐王比试，所以才特地赶过来看看。刚才的事情，你处理得不错。啊，冷师兄过誉了。胡不归毕竟是我宗真传弟子，6品巅峰的强者。若一个不慎得罪了他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你刚才那么做，既照顾了狐王的脸面，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，同时更不会被人看不起。总之，比我料想的结果好很多。如果害怕得罪胡不归，冷师兄大可和我划清界限，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岛山峰。他这次过来，估计不单单是为了看比试，更重要的是想保我一下吧。另外，锐晶剑气掌握得不错，看得出来这半个月你没有懈怠。不过，若想以这种程度来对抗3品修士，还是有些吃力的。我看你这2品巅峰的气息越来越凝实了，应当可以随时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了吧？师兄看出来了，我的灵力池规模已经达到3品初期，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3品法术来彻底奠定3品实力。这个简单，拿着，里面有一些3品法术，暂时够你用。啊！竟然有5个3品法术，冷师兄真是财大气粗。多谢冷师兄。再过15天，外门就要进行初步筛选了。届时，外门会选出100名弟子角逐大比，剩下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冷师兄放心，行之一定不负冷师兄所望。这里面不但有狐王刚才施展的金刚术，还有我梦寐以求的御剑术。这次大比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哎呀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都没怎么打起来。对呀，关键时刻狐王就被胡不归师兄给叫走了，可惜啊。哎，听说胡师兄非常护短啊，怎么会？嘘，小声点。看这样子，行之应该没事，但愿往后他能一切顺利。我现在刚突破4品，必须抓紧时间，专心稳固境界，备战宗门大比。
就交手情况来看，三品防御法术果然厉害，对付我这种二品修士绰绰有余。另外，这个狐王虽然看着十分傲气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起码没有仗着修为恃强凌弱。等宗门大比后，可以尝试结交一下，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出血的第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不是黄铁吗？听说他已经在山上待了5年了，终于达到了2品巅峰。这家伙不是前几天那个小子吗？哼，黄铁师兄赢定了，他实战经验相当丰富。之前在外门大比的时候，他最好的名次可是前30呢，只差一脚就能进入内门了。这也不一定啊。陆师弟，碰到我你就自认倒霉吧。宗门大比的规矩，我再次重申一遍：第一，不允许下死手，点到为止；第二，对战过程中最多只能使用3张法术符箓，超过数量者视为自动认败。下面我宣布，第一战，黄铁对战陆行之，现在开始。锐金剑气，照这种攻击程度，再来一次就能彻底破坏我的防御。果然能进玄心宗的人都不简单。小师弟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啊！这么快就用掉第1张符传？哼，小师弟，你也太奢侈了。泥泞术，火流术，锐金剑，可恶！用火流术和泥泞术来干扰我！怎么会？第一战胜出者陆行之，10日后正式进入外门大比，黄铁进入第2轮初选。哎，黄师兄可惜喽。还好每个弟子都有3次机会，否则今年就要止步外围了。经过第一战，总算了解了一些玄心宗的实力，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，我要留心观察，不可大意。我一定要顺利拿下前3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败给你。陆师弟，上次算我眼拙，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，一定会全力以赴击败。他这话的意思，难道胡不归当时已经看穿我3品初期的修为？经过10日的比拼，前100名弟子已定。现在，
进入下一场比试。莫离长老刚刚出关，他决定在这虚幻圣境里进行一场虚幻比试。到时候，你们会被投入到一个虚幻世界，任务就是在里面尽可能击杀更多的妖兽精怪，或者是同为对手的其他外门弟子，由此获取分数。放心，你们如果在里面遇到生命危险，不会直接死亡，而会被传送出来。还有，击杀一个1品的妖兽精怪或修士，可得1点分数；击杀一个2品的妖兽精怪或修士，可得10点分数；击杀一个3品，则得100点分数。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，累计到最后，分数从高到低排位，谁的分数最高，谁就是这次比试的第1。虚拟现实吗？感情这是要大乱斗。把100号人放在一起厮杀，随便几个2品修士组队，就能将3品修士刷下去。这样的话，我这样的新人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交情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啊！一群老家伙，偏偏在小爷我闯内门的时候，整出这么个幺蛾子。哎，你说莫离长老怎么突然就出关了，还临时改变了宗门大比的试炼规则？嗨，谁知道呢？关键是掌门他老人家竟然还同意了。莫离长老可是我们玄心宗元老级的长老之一，如今突破感悟境，进入凝神境，成就尊者。大家不要多言，听从安排即可。这次的虚幻圣境里面生长着无数妖兽精怪，所有人都是分开传送到不同区域，想要组队，也要能活到那时候才行。这次比试不仅是你们闯入内门的试炼，这次比试中进入前10名的弟子都可获得进入内门的机会，同时还有500块下品灵石、1枚培元丹，还能挑选2门3品法术学习。排名前3的弟子可获得翻倍的培元丹和灵石，可挑选5门3品法术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得到一件量身打造的法器。好了，我宣布，本宗外门弟子大比正式开始。莫离师兄，开始布阵吧。好厉害的幻术！这要是做成虚拟现实的游戏，肯定会大火。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还是抓紧时间积累分数要紧。
获得10分，运气不错。不带这么玩的！一进来就是3片妖兽，要不要这么碎呀？逆金剑气，石斧收下。原来如此，施法是真，灵力消耗也是真，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是按照真实情况照搬过来。只不过身体是虚构的，所以能够保证弟子的人身安全。哼，已经得到15分了。现在对付妖兽精怪的同时，还要提防竞争对手的袭击，而且要格外注意灵力的消耗程度。哼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玩游戏嘛，我可是王者级别的。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才能真正检验出我这段时间苦修的成果。刚才这里明明有很强烈的灵力波动，怎么消失了？灵命术！啊，不好！对不住了，木灵剑气！唉，既然知道这里有强烈的灵力波动，还要硬凑过来，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自信。对了，蹲草丛嘛，哼，我的拿手好戏，说不定可以用这个方法吸引几个傻子过来送人头。虽然这个方法可行，但捕捉2品修士的积分太少，这么久才得到80分，得想想别的法子了。不错，此子的战斗意识很强，对法术的掌控也超过许多外门弟子。确实，即便将他放到内门弟子中，也不会垫底。已经170分了，我应该是第1名了。是你们！灵兽峰王宇见过狐王师兄。无耻小人，竟然趁人之危！哼，只能说狐王师兄跟妖兽交手时过于专注，这才没有注意到我们。师兄，不要跟他废话，趁现在杀了他，迟则生变。哈哈，青羽师妹还真心急呀。好，狐王师兄得罪了。不好！恭喜师兄！本来我跟狐王的实力相当，对上他我还真没有把握取胜。没想到莫离长老临时更改了比试规则，再加上我运气好，偶遇了师妹你。相信你我2人联手，在这试炼空间内，没人是我们对手。不错，这次大比，师兄定然稳拿第1。你放心，师兄我现在已经200分了，等我积分满500，就全力协助师妹你夺得第2。多谢师兄。
臭小子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你怎么总是不长记性？哥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看你就是欠揍。等。莫离师兄，快看！已经120分了，好在这几个弟子刚经历过一场恶战，灵力耗尽，给了我最佳出手时机。是3品妖兽，哼，来得好！火流术。锐金剑气，哼，220分了，果然还是猎杀3品妖兽赚得多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奇怪，东东说这边有一头3品妖兽，怎么只有一个2品修为的小子在这里？2个3品修士，外加一个2品巅峰的灵兽，这下麻烦了。师兄，他是3品修士。站住！东东，快追上他！岂有此理！一只狗也这么嚣张，必须设法先除掉它。去！东东，你该死！宁树，你个狡猾的家伙，不要让我逮到你，不然定要你好看！走了，师妹。这是。师兄手下留情。不好意思，你该离开了。虽然意外获得了100积分，但刚才那人才是真正的难对付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。而我现在的灵力剩下不到1/3，得先找个僻静安全的地方恢复灵力。哎，3个2品修士，如果那人追来，他们应当能顶一顶。他来了。看来还得我添把火呀。
第1名出现了。哦，看来比赛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得到冷师兄要的那面5品古盾了。可恶的小子，早晚有你好看。此次外门大比正式结束，接下来由我来公布此次比试的结果。哼，都看我干什么？跟我比玩游戏，简直是鲁班门前弄大斧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你还差得远呢。排名第3者胡王，排名第2者王宇，排名第1者陆航之。听到没有？小爷就是王者。恭喜你们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玄心宗的内门弟子。以后要更加勤勉的修炼，壮大玄心宗，成为宗门未来的栋梁砥柱。是。胡王，弟子在。王宇，这是宗门对你们的奖励。一应奖励都在里面，看看是否满意啊？是5品灵器逐电靴，多谢穆长老。陆航之，到你了。弟子在。这次宗门大比，你作为外门弟子第1名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同门师兄弟说呢？啊，不是吧？获奖感言吗？怎么前2个没有，一到我这里就要发言了？随便说几句鼓励的话就可以了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3个人。就在3个月前，我还是紫云镇上一个在方氏摆摊的普通小厮，过着宛如蝼蚁般的生活。好在朱府琴师姐将我从方氏带出，并传授我术法，引我走上修行之路。这小子居然只修炼了3个月吗？我第2个要感谢的人，就是冷无涯师兄。这臭小子，我明明只是让他随便说几句，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？我能有今日，离不开冷师兄提醒，以及他的谆谆教导，我非常感激他。是个好苗子，在修真界，懂得感恩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是啊，像冷无涯这般提携后辈的人更是难能可贵，此乃宗门兴盛之兆啊！最后，我要感谢的，就是道山峰的穆长老。哦，我老头子也有份儿。是穆长老不嫌弃我资质低微，给了我1号修炼室，我才能在这次比赛中夺得头筹。穆长老犹如我的再生父母，就跟我亲爷爷一样。航之啊，进入内门后就直接来我门下如何？哎，莫离师兄，你在这种场合公开拉人，不好吧？哎，我不过是看着小家伙顺眼，提个建议罢了，最终还是要他自己选的。说起来，我金玉堂还挺缺人的，每天过手的灵气丹药太多，几乎忙不过来。
穆长老也是知道的，各堂也还有很多东西要炼制，实在是缺人呐。杭之，你考虑下。金玉堂，是那个有海量资源、灵气和丹药的金玉堂。拜入金玉堂，我的修为就能更进一步了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你收好。金玉堂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多谢莫离长老。这就是无涯师兄想要的那面古盾了。哎，里面似乎还有东西。这面五品古盾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使用起来太过勉强，所以我给你额外放了一个小玩意儿做奖励，就不用拿出来示人了。这诱惑的未免也太明显了吧！看来我现在已经成为玄心宗最新一代的香饽饽了。此盾滴血认主后会有自动保护的能力，一旦遇袭，即刻张开结界防护全身，可抵挡3次五品巅峰级别的攻击。这不就代表以后这小子在五品以下无敌了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是拜师环节。所有新进入内门的弟子，从第1名开始，逐个开始选择自己想要加入的师门。陆航之，你作为本次外门大比的第1名，就从你开始吧。弟子愿拜入莫离长老门下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金玉堂的弟子了。徒儿拜见师尊。你且站在身边静候，等我主持完剩下的事宜，便带你回金玉堂。是。小子不错，不仅拔得头筹，还得到莫离长老赏识，能进入金玉堂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师兄果然没看错你。莫离师兄，恭喜你得偿所愿呐！从现在开始，我才是真正有靠山的人了，日后还需更加努力才是。既然宗门大比已结束，那大家就各自回去继续修行吧。是。杭之，那你便跟我回金玉堂吧。弟子谨遵师尊安排。你也不必拘谨，我先带你去熟悉一下内门的环境吧。是师尊。前面就是紫朝峰金玉堂了，你以后就在旁边的屋子住下修炼。是。日后如果你想去藏经阁借阅书籍，就去找灵寿堂的师兄，支付1枚下品灵石，即可使用仙鹤在宗内行走。还有，当你需要外出历练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要从为师这里拿到手谕才行。弟子明白了。这次宗门大比赐下1000块下品灵石和2枚培元丹给你，短时间内应该是够用的。不过，这些终究有用完的一天。为师虽然手里资源很多，但毕竟都是宗门之物，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分给你们这些小辈。弟子一定会努力修行，
不能枉费师尊的苦心栽培。好在你的师兄师姐们都从我这里习得了一些本事去，现在就看你是对炼气、炼丹和制服哪一样比较感兴趣了。回师尊的话，弟子觉得这3门都跟修士修气相关，想都学一学。至于能不能学到精髓，到时候再看。你倒是挺贪。也罢，修士本来就在和天斗，多学点本事有益无害。这本小册子上记载了为师年轻时候的一些心得，你且拿着，记得妥善保管，看完还给为师。多谢师尊。另外，你跟冷无涯的约定，为师也猜到了。那面古盾是件不错的灵器，想必冷无涯是想用它来闯那黑水龙潭。算算时间，卓氏青莲即将结果。一枚莲子可抵5品修士1年苦修，此等天才地宝正好用来冲击6品。你交给他便是，也算还了他的人情。弟子遵命。你的屋子就在那边，屋子里自带聚灵法阵，效果不会比穆长老的修炼室差。杭之啊，以后你每个月的俸禄是200块下品灵石，一旦掌握了炼气、炼丹和制服的手段，每月的用度会适度增加。如果你还想获得更多，就要等半年后的内门弟子大比，根据排位获取相应的资源俸禄。这是你们新来的7师兄，都记住了。小木、小樱见过7师兄。这2个是我的记名弟子，虽然天赋不佳，但是十分乖巧听话，所以我就将他们安排在这里，平时打打下手。小木和小樱能够服侍师尊，倍感荣幸。我身上暂时也没别的东西，就请你们吃些莲果吧。谢谢师兄。你倒是戳中了他们的要害。对他们来说，吃东西是世上最快乐的事情。有了好吃的，他们愿意给你扇1天的炉子。行了，你们2个去把师兄师姐都叫来。好嘞。师尊，这位就是小师弟吧？长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难怪师尊会破例出手。这位师兄倒是挺会夸人啊。杭之，那个憨厚的是你雄七师兄，至于这个年少白头的家伙，是你吕梁师兄。杭之见过雄七师兄，见过吕梁师兄。听小木和小樱说，你一来就给了他们好多灵果吃，都快把你夸上天了。哎，想当初我进门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要用灵果收买这俩吃货呢？哼，你能跟小师弟比吗？他只修炼了3个月，就拿到外门弟子的头把交椅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掉在第10名的位置？要不是师尊可怜你，才不会把你拉进来呢。白头翁，你少在师弟面前说我糗事。算了，等我突破到6品，再找你报仇。雄七哪儿都好，就是脾气太火爆，是个炼气好手。你且多与他走动走动，说不定还能从他手中搞到一套中品灵器。师尊，你怎么一上来就总有小师弟薅我羊毛啊？哼，薅羊毛这种事不用讲的，我拿手。怎么，谁让你们不让我省心？与母疙瘩一样，还不如杭之会做人。师尊今天怎么了？火气好大呢。哦，小云出关了。
还没有。不过刚才听小木和小樱说，有新师弟进门，我这个大师姐怎能不出面迎接？哎，这位就是杭之师弟吧？哇，这大师姐好漂亮啊！而且她的修为，我完全无法看透。杭之见过大师姐。不错，咱们师尊总算收了个靠谱的师弟。看来金玉堂比我想象的好混多了，气氛挺轻松的。对了，小师弟，你初来乍到，我们这些做师兄师姐的自然要有所表示。那我带个头，送你一枚5品巅峰妖兽的内丹。这东西刚封存不久，赶紧找个时间消化掉。师姐，你也太偏心了！我刚进门的时候怎么没有礼物啊？是啊，师姐你可真大方，一出手就是5品巅峰的妖兽内丹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5品妖兽的内丹入药，可炼制出100枚培元丹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珍贵了。多谢大师姐。你们俩的见面礼呢？师兄，别的东西没有。既然杭之师弟现在是3品初期修为，我这里有一套以前用下来的装备，你且拿去，足够你用到5品巅峰。这双护臂上有一个小型聚灵法阵，能加速灵气汇聚，提升施法速度。这靴子上有一个高级极行术法阵，只要注入灵力就能提升速度。还有这软甲，可以承受5次3品巅峰法术的冲击。说那么多，不就是用剩下的给我呗？杭之，多谢雄七师兄。杭之师弟，我这儿呢，最近正好抓了几头灵兽，还没来得及驯化。一会儿啊，你到金玉5号院子来，看看喜欢哪只就牵走哪只。不错。白头翁这小子虽然练气本事不怎么样，但捣鼓符箓却是一把好手。各种用灵兽灵血搭配绘制出来的符箓，比市面上的好上许多。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捕捉到的灵兽都不同寻常。杭之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他们3个。以后师姐师兄，但凡有用得上杭之的地方，尽管说，杭之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行吧，既然大家都见过面了，那就各自散了吧。杭之啊，往后在修炼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大可以找他们。实在搞不懂的话，就来找我，明白吗？是，师尊。走吧，小师弟。熊大，你又给我偷懒，赶紧起来修炼！居然叫他熊大，玉玲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怎么会呢？一定是你想多了。杭之，你自己挑挑，看上里面哪头，直接跟我说。是，师兄。师兄，要怎么驯化这些灵兽啊？这个简单，可以跟他们签订契约，可以签强制性的主仆契约，也可以签平等的互惠契约，还有就是赎身契约。和灵兽还有这么多种契约啊？通常呢，主仆契约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，灵兽会完全听从于你。你看到的这些妖兽，基本都是跟2师弟签订的主仆契约。以你目前的实力来说，除非和1品妖兽才能签订主仆契约。至于互惠契约嘛，就是妖兽会利用人类资源修炼，而人类则将妖兽当作自己的第2攻击手段，彼此互惠互利。不过这种契约容易出现问题，那就是当妖兽强过人类的时候，容易弑主。大师姐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好像2种都不行啊。
于是乎，这就出现了第3种契约——赎身契约。要用契约符箓来规定妖兽，只要他为你干满多少年的活，时间一到就自动解除他身上的封印。这期间，如果那只妖兽出现弑主的念头，就会被封印灵力。当然，这种契约符箓非常难弄。啊，想来这种契约符箓定是难不倒才华横溢的吕梁师兄你了。小师弟，你可别跟他客气。契约符箓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很困难，但对于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儿。他每年光契约符箓就能卖出去180张。你尽管选强一些的妖兽。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小师弟，你尽管挑吧。说来说去，我还是不懂怎么挑啊。这种好机会，我可不能浪费。那个师兄，能请教你个事儿呗？吕梁师兄，我入门时间尚短，对灵兽实在不了解。既然师兄您那么厉害，能不能给一些挑选建议呀？倒是我疏忽了，师弟，你不必拘谨，不懂没关系，总比有些不懂非要装懂的人强多了。臭小子，你说谁呢？你怎么还自己承认了？来，小师弟，我这就跟你说道。哎，看到那只熊大没？别看它一副圆滚滚只会吃的模样，其实啊，它的嗅觉十分惊人，拥有寻宝和分析药材的能力，拿到方式上绝对是天价。这个是月狼，在夜晚的视觉比普通修士强数10倍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将它的血液掺入到符箓上，还能产生比普通符箓高出数倍的效果。不过它是我的摇钱树，所以你就不要想了。至于这镜像灵猫嘛，它拥有强大的镜像锁魂术，能强行控制修为不超过它3品的修士，就是时效有些短。大概也就弹指一瞬的功夫。好了，这里的灵兽情况大致就是这样，你慢慢考虑。装备可以找雄西药，符箓可以找吕梁药。小爷我也不差钱，所以其他的那些灵兽对我用处不大，还是保命要紧。吕梁师兄，我选好了，我要这只镜像灵猫。师弟，这镜像灵猫饲养起来可不容易啊，而且提升品阶十分困难。你确定选它？是吗？可我感觉就它最合我眼缘，就决定是它了。好吧，那我这就准备符箓，让你跟他签订契约。多谢师兄。杭之，你刚刚入门，就先签个10年吧。好。如此就可以了，以后你就要尽心尽力的给杭之师弟干活了，要听话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师弟，我们金玉堂也没那么多规矩，你可以去忙自己的事了。雄七，我们也走吧。师兄，那我也告辞了。虽然进入了金玉堂，但还不是高兴的时候。有件要紧的事，得赶紧处理了。哎呀，杭之见过师兄师姐。杭之师弟，你可是外门大比第1名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更何况你现在是莫离长老的弟子，以后说不定我还得请你多多丈夫呢。岂敢，师姐说笑了。以他的修炼速度，很快就能超越我，成为内门的佼佼者。说起来还真是讽刺。杭之能有今天，多亏了抚琴师姐和冷师兄的提携。这是我答应给你们的东西。
杭之师弟，这古盾对我来说十分重要，关系到我能否越阶挑战一头6品妖兽，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。不过，东西也不能白拿，你刚进内门，我得送你些贺礼。我这里正好有一盆500年份以上的灵果树，你且拿去放在屋子里吧。冷师兄好大的手笔，一出手就是500年份的灵果树啊！多谢冷师兄。师弟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师姐客气了，若非师姐栽培，我也没有今日的机会。日后师姐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，杭之万死不辞。那就一言为定了。虽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好在陆杭之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只要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我在内门照样能站稳脚跟。对了，明天内门的宗门大比就要开始了，各位可有做好准备？我记得冷师兄这次的目标是前5，我嘛没什么追求，只要能进前30就好，这样每个月就能有1枚培元丹可用了。没错，内门弟子只要进前30，就能有1枚培元丹。不过，这个名次也是竞争最激烈的。师妹，你去年的名次是41名，今年虽然突破到4品巅峰，但想进前30，还需多加小心呢。师兄放心，我会的。父亲你呢？父亲必定全力以赴，争取冲击前50。不错，一旦进入前50，每月的修炼资源就会翻倍，你要多努力才行啊。父亲明白。杭之，你已是内门弟子，可以参加这次的内门大比，想不想感受一下？好啊，我也正好想找点压力，好好苦修一下。修炼一途最怕停滞不前，你能有这样的觉悟很好。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大家还是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好好应战吧。好。哎，小木、小樱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杭之师兄好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进来吧。我刚好从冷师兄那里拿了些好吃的回来。谢谢师兄。哎，别急别急，以后想吃莲果的就来我这儿，管够。杭之师兄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2个在玄心宗也有些年头了吧？会教术吗？你们俩会教术吗？我只会给炉子扇火，我只会分拣药材。陆师兄想种灵果树，不错。嘿，我知道有位师兄擅长种灵果树，我马上给他传音，让他过来帮忙。哦，是哪位师兄啊？他愿意来吗？师兄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很快的。小樱师兄，我来啦！啊？这位师兄是？您就是今日在外门大比上大放异彩的陆杭之师兄吧？小弟阮清拜见师兄。小青青，你来啦！小青青。哎呦，小樱师兄叫我哪敢不来呀？陆师兄这院子就是好啊，这聚灵法阵灵气充裕，你们想要种什么灵果树，尽管拿来。我阮清在道山峰混了20年，什么树都种过，保证完成任务。20年，看来你还真是经验丰富啊。这就是我要种的树。杭之师兄，你这宅子肯定缺个园丁吧？杭之师兄有所不知，在进入玄心宗前，我还是名小小的散修，好不容易修炼到3品巅峰，进了内门，奈何资质实在一般，修为进度十分缓慢，不讨师尊喜爱，
也多亏了有小木和小樱两位师兄时常照顾于我。唉，没来由的说这么多，难不成是想要抱我大腿？师兄，您这灵果树乃是上品，如果照顾得当，每5天就能结果一次，挂果至少100枚以上，这可不是新手能照顾好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你肯把它交给我，我保证让这棵灵果树每4天就能挂果一次。好志师兄，我所求无他，只希望能在您外出的时候借用一下您的聚灵法阵。不过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此影响灵果树挂果。杭之师兄，你就答应他吧，小青青人很可靠的。是啊，师尊也说他照顾灵树和药草的本事不错，就是天赋不咋地，人也笨笨的。好吧，那你暂且留下，先试用一阵子吧。多谢师兄。明日我去参加内门大比，在我回来前，你可以用我的聚灵法阵修炼。哎呀，多谢杭之师兄。师兄，我们以后真的能经常来吗？果子随便吃的那种？当然，管饱。谢谢杭之师兄。得赶紧休整一下，好好面对明日的新挑战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也不说废话了。相信各位都已经看过外门大比了，今天的规则和外门大比一样。这么随便吗？不过这次幻境中的妖兽增加了3个等阶，除了前3品，还额外增加了4品到6品的妖兽。4品妖兽对应1000积分，5品妖兽则对应10000积分。至于6品妖兽呢，试炼空间中只有4头，每一头都是6品巅峰的修为，对应10万积分。6品巅峰的妖兽，那要是遇上了还怎么打？哎呀，但愿别让我碰上。还是那句话，进入试炼空间后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好自珍重吧。你们碰到其他内门弟子，尽量不要跟他们交手，想办法和我会合，保存实力，提高名次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小师弟小心了，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内门大比，不必勉强。是，多谢师兄。进来就中奖！竟然是镜像灵猫！奥莫呀，你那徒弟真够大方的，这种变异灵兽都舍得送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灵猫修炼到3品以后，甚至可以媲美一件6品的保命灵器了。还好这只灵猫反应够快，
不然杭之这小子就要成为内门弟子中第一个被淘汰的人了。1000积分，居然是4品修为的妖狼！哼，看来这次运气不错，不用垫底了。听是刚才那一击令你消耗颇多，好好休息吧，小家伙。接下来得赶紧和冷师兄他们会合。哦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新加入的万门第一，真倒霉，还以为能遇到个4品修为的弟子，捞个1000积分。既然在下的积分不能让师兄满意，那在下就先行离开，不碍师兄的眼了。哼，狡猾的家伙，明明刚才已经做好一战的准备。算了，说不定他除了5品古盾外，还拥有灵气护体。贸然对敌可不划算。哎，我认得他，好像是那个万门大比的第1名陆航之。啊，那岂不是金玉堂莫离长老的弟子？你据说啊，他身上有一个5品以下无敌的古盾，我看，嘿嘿。就这样走了？哎，也对，在他们看来，那块5品古盾在我身上，反倒让我省了不少事。是抚琴师姐的声音。这位师兄和抚琴师姐实力相当，若再耗下去，说不定抚琴师姐就会被淘汰。师姐，我来助你。火流术，剑术，完蛋了！瑞金剑气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这次可能要0积分出局了。那你先休息一下，等恢复些体力，我们再去找冷师兄他们。好。师弟，走吧，我来开路，你且顾着后方情况。没问题。东南方向有法力波动，师弟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。火流术，得罪了。师弟，咱们运气不错，这次的排名应该不会太差。糟糕，是5品雷灵兽！师弟，快跑！抚琴师姐被秒杀了。
局是迟早的事，与其胆战心惊，不如堂堂正正，一战到底。我刘树云。杭之，陆杭之这战斗意识和冷静的心智就非常人能比。老莫呀，你可真是捡到宝了。我的眼光什么时候差过？看我最强一剑！高估自己了，我的攻击还是太弱了，根本打不过五品妖兽，只能逃了。10000积分，得来全不费工。好强的剑气，是那位方师兄。算了，今天心情好，暂且饶你一命。这该死的熔岩地息，真是难缠。想跑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他这是要拉我下水，泥泞兽！该死！不好！这下惨了，被这个五品妖兽盯上了。这个声音是6品妖兽，这熔岩地息未免也太蠢了，硬生生把我逼进了6品妖兽的地盘。哼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居然是大地暴熊！啊，6品对5品，简直就是玩虐呀！就是现在，瑞金剑气！这小子可真够狡猾的。没想到这许多4品修为的内门弟子，逃生的能力甚至还不如一个3品修为的陆杭之。实战经验太过贫瘠，也是平时养尊处优惯了。6品妖兽的攻击果然非同一般，放了个屁就把我崩出来了。还好有熊七师兄送的装备和吕梁师兄送的灵帽，不然我早就被淘汰。恭喜啊，杭之师弟！啊，没有，我就是运气好些。师弟，你也太谦虚了。你刚才的战斗过程我们都看了，以你的机敏果断，假以时日，必能从内门中脱颖而出。第1名出现了！冷师兄连杀了2头6品妖兽，还打败方师兄，成为头名了。连杀2头6品妖兽，没想到冷师兄竟如此之强。看来，第2名和第3名也落定了。吕梁师兄是第3名。
恭喜冷师兄拔得头筹。杭之，你的名次是27，按照规则，每月会多加2枚培元丹和50块中品灵石的资源，干得不错。可恶，我居然栽在了一个新人手里。冷师兄，恭喜你即将成为真传弟子。大家表现也不错，来年再接再厉。冷师兄，不如我们今晚就聚在一起，好好庆祝一番吧。好啊。杭之，你师兄吕梁，如今也成了真传弟子，你就回去好好为他祝贺吧。多谢冷师兄体谅。吕梁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成为继你师姐后第2个真传弟子。作为师尊，我不能没有表示。这样吧，等下你到我的宝库里挑选一件称心的法器好了。多谢师尊。雄七这次是第4名，也不错，争取明年也成为真传弟子。是，师尊。成为真传弟子，在我意料之中。倒是我们这位小师弟，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仅仅以3品初期的修为，便杀到了第27名的位置。师尊还真是慧眼识人呐。那是自然。既然徒弟们让师尊这么开心，师尊是不是该赏赐点什么呢？也罢，今天为师高兴，你们的排名又都不错，那就一并赏了吧。过会儿赏你们1人1件法器好了。法器可是夺天地之灵，以高阶材料灵物为引，用地火淬炼，反复锻造，精心炼制出来的器物，在玄心宗内，通常只有真传弟子和极少的内门弟子才能拥有。但是怀璧其罪。小师弟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还不赶紧谢过师尊？弟子修为浅薄，恐怕……无妨，只要不出玄心宗地界，就没人敢对你出手。你且好生拿着便是。等修为达到5品，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有了持掌他的能力。更何况，我早就想好要赐你什么了。这件法器，你一定用得上。这枚真元之戒可以储存一个6品法术，里面留着一个我以前储存的6品法术天火术。我看了你宗门大比的表现，虽然战斗意识不错，但攻击和保命的能力差太多。这东西正好适合你。多谢师尊提点，徒儿定当加倍努力。回头你将自己的指尖血滴到戒指上，催动灵力将其融入其中，便可认主。是。嘿嘿，对了，小师弟，经过这次战斗，你应该已经注意到那件软甲的不同之处了吧？熊师兄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这件软甲分明可以抵挡4品巅峰的法术冲击，你却说它只能挡得住3品法术。那可是4品防御灵器，效果自然不可能这么低。我不如实相告，只是不希望你仗着灵气忽略了自身修行。好了，你们师兄弟有什么话回去说吧。为师现在要单独交代吕梁几句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走了。小师弟，你那只镜像灵猫，契约签了多少年？回师姐的话，吕梁师兄为我定了10年契约。10年啊，也不错。镜像灵猫这种灵兽天赋不错，用来辅助战斗非常合适。但是
它本身攻击性不足，很难提升品阶。对了，我上次给你的妖兽内丹你还没用吧？啊，还没来得及用。那就分一部分给他。妖兽内丹对他提升等阶很有帮助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啊？怎么养只猫这么费资源的吗？师姐说分一部分给他，可是要怎么分呢？啊，这么快就突破了！没想到这内丹对你如此有用，这舔2下就助你突破到了2品。嘿，也好，以后这颗内丹就是你的专属营养品了。哎，我也该好好修炼了。仅1枚培元丹，就让我的修为从3品后期突破到3品巅峰，难怪抚琴师姐能凭借培元丹，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，从3品巅峰一跃至4品中期。等早点还完抚琴师姐的人情，我便能毫无牵挂的在玄仙宗专心修炼了。我要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世界的巅峰。嘿嘿嘿，杭之师兄，请您验收成果。阮清，你种树还真是个奇才啊！杭之，你这灵果的味儿都飘到我院子里去了，瞧这个头大的，可真馋人啊！嘿嘿，师兄喜欢，尽管摘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以后你若是需要什么炼器材料，尽管找我。那就多谢师兄了。阮清，马上给我准备几盒灵果，我要送人。好嘞。另外，你也辛苦了，想吃的话就自己摘吧，不用向我汇报。多谢杭之师兄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多亏你上次给我的2枚培元丹，我现在已经晋级到4品后期了。啊，恭喜师姐！唉，可惜，越到后期，培元丹的功效就越微小。如今需要4枚培元丹才能助长一个小境界，看来要等到下一次的半年大比，才有可能进入4品巅峰了。你也不错，马上就能跻身4品了。等你到达4品中期，就知道后面再想提升会有多困难了。我已经是4品初期了，特地用敛息术隐藏了修为。如果如实相告，师姐恐怕心里会不是滋味吧？对了，我打算明日启程回紫云镇一趟，你可方便与我一起？方便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次回紫云镇，以我们目前在玄心宗的地位和实力，彻底压服另外2大家族，应当不在话下。师姐，你可还记得在玄阴黑莲洞外的遭遇？我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。今非昔比，等这次回去，我定会好好教训一下我的那位好弟弟。一个小镇上的家族就如此勾心斗角，哼！不过都斗不过我陆杭之。师姐，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外门门口见。杭之师弟，内门弟子外出虽然没有限制，
但是也不能随便浪费时间。我建议你先去戒律堂领取一个宗门任务，免得在师尊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啊，宗门任务？不错，就像我上次采集玄阴黑莲交给宗门一样，只要完成任务，就能获得相应的贡献点，然后再凭借贡献点从宗门的藏宝阁中兑换各种功法、灵器或者丹药。贡献点越多，能兑换的东西品质就越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嘿，我明白了，多谢师姐提点，我这就去戒律堂。嘿。陆航之，哎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。陆航之见过萧师兄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区3品修为，不好好闭关修炼，还打算外出历练不成？哎呀，我说萧师兄这几天怎么一直臭脸？原来是因为他呀！嗨，可不是嘛！在内门大比的时候，被一个3品修士斩杀，丢人丢大发了。萧师兄因为此事，还被他师尊关了2天禁闭，换了谁也不好受啊！就算如此，陆师兄现在不仅有真传弟子冷师兄做靠山，还有那护短的莫离长老护着，萧师兄也惹不起。我就是来看看有没有适合3品修士可接的任务，不知萧师兄有何指教？哼，才懒得管你。航之师弟，你也是来领任务的吗？啊，正是。此人是戒律堂首徒，当初在乱门发布任务时，可是趾高气扬的。内门大比，他也没有追杀我。此时笑吟吟的，也不知是何居心。近日鹿城附近邪修频频出现，十分猖狂，已经残害了不少无辜百姓。就连我们玄心宗派去的几个外门弟子，至今也下落不明。你目前经验尚浅，实力也不够，万万不可接鹿城附近的任务呀！啊，多谢方师兄提醒。咦，这张笑脸真是让人不寒而栗。此去紫云镇，只是还抚琴师姐的人情，随便接个任务就好了。可恶，那2个该死的邪修迟迟不回来，定是任务失败了。要是让姐姐知道那件事是我的手笔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。少爷，大小姐回府了。什么？和他同去的那个小子呢？听说跟着一起回来了。看来他这次在内门大比上一定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少爷，大小姐这么快回来，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哼，反正那2个邪修也没有回来，拒不承认就好了，看他能奈我何。老千，老千，大事不妙啊！我说徐老头子，那朱家姑娘一回来，你就坐不住了。嘿，难道你不紧张吗？紧张又能怎样？区区一个3品巅峰，还能在紫云镇翻天不成？我有个师侄是玄心宗的外门弟子，他说内门大比上，朱抚琴的师兄冷无涯夺得头筹，已是真传弟子。而且呀，由他引进入玄心宗的那个姓陆的小子，现在也成了内门弟子，拜入了金玉堂首座的门下。什么？金玉堂首座？哎，我那师侄在传讯的时候还特别叮嘱我，一定不要和那个少年交恶。反正我可不想得罪他。至于你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剩下的
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看来这紫云镇是要变天了呀。韩之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你一个大男人说这么肉麻的话，也不害臊。恒之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你在玄心宗过得怎么样？是啊，那么大的宗门，是不是仙禽满天飞，灵果灵泉无数？你倒是快跟我们说说啊！你们放心，我一切都好。这次回来，我给大家带了点礼物。这是500年份的精华灵果。这精华灵果一枚就能卖出半块下品灵石的价格呢。在玄心宗，我有一株500年份的灵果树，两位姐姐尽管放心吃。大牛，这段时间你在朱府待的怎么样？可愿随我去玄心宗？我过得挺好的，还有了喜欢的人，他特别可爱，我要把这果子留给他吃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？没什么，你开心就好。哦，哎，那恒之，我带他来见你。哎，既然大牛在朱府过得挺好，又有了喜欢的姑娘，我又何必硬拉他进入修炼一途呢？绿娥姐、从芳姐，你是不是想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你去玄心宗啊？嘿，绿娥姐还是那么聪明。嘿，我们两个已经商量过了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们愿意追随你。啊，好，那我去跟师姐说，等回宗门的时候，你们跟我一道。好。有绿娥姐和从芳姐来陪我，这日子还不过得美滋滋。顺便让他们学习一下炼气、制服的手段，怎么也比在朱府做个下人强。大牛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好朋友。他如今选择了一条和我截然不同的路。哎，恒之，说不定有一天回过头来看看，我还会羡慕他的。哎，抚琴师姐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刚才魏营的吴阁老过来了一趟，表示愿意带领魏营投入我朱府麾下，所以我打算在明天向秦、徐两家正式摊牌，全面接掌紫云镇。没想到师姐这边进展得如此顺利，嘿，那就先恭喜师姐了。我想这其中也少不了你的功劳，他们定是知道了你的事情，才会对我们朱家更为忌惮。哎，师姐哪里的话，我能有今天也是托师姐的福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合计一下要做哪些准备吧。坚持住，再行进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到紫云镇地界了。后面的鬼修追得太紧了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可悲的蝼蚁，本座已经玩腻了，是时候结束了。小心！你快走，我来拖住他，务必将黄泉老妖现世的消息传回宗门，让掌门警惕鬼修。已经进入紫云镇地界了，应该由我们玄心宗内门的师兄师姐坐镇。师姐，刚才的声音是宗门的求救信号，有弟子遇险，我们必须速速前往。爹，
国和师弟先去查看一下，您赶紧通知吴阁老他们前来支援。好，你自己小心。师姐，你来了。哪来的魑魅魍魉，竟敢到紫云镇作祟！果然是鬼修，何方鬼修？速速报上名来！哼，原来是朱府大小姐，没想到你竟然突破到了4品中期了，难怪敢来搅本座的事儿。师姐小心，此人是黄泉老妖麾下的鬼修，道号鬼哭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我们一行共有8人，本来打算前往鹿城查看那边的情况，不料半路上就遇到黄泉老妖带人围攻。黄泉老妖，听说他曾为收集精血灵魂、铸造血气而屠了整个村，修为鼎盛的时候达到了5品巅峰，后来被玄心宗真传弟子击杀于乱葬岗。难道他死而复生了？鹿城，就是方师兄说的那个。不错，我们师兄弟是领了宗门的历练任务才前往那里，结果被这鬼哭一路追杀至此，死了6人。还请师姐为我等复仇。已经死了6个了，看来此人不好对付。一群不知所谓的小屁孩儿，实力不怎么样，口气倒不小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让你们好好瞧瞧本座的手段。师弟当心！你身上有伤，不宜再战，快躲开！居然能控制尸体，这是什么功法？居然能操纵死人，好阴毒的手段！没想到这个世界里，居然有如此丧心病狂的人。哼，看来本座收集的情报没错，朱大小姐，你应该是在近期靠着丹药才突破4品的吧？哼，其实你的真正实力依旧停留在3品巅峰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师弟，准备撤。本座怎么会让你们活着离开这里？等我抓住你，慢慢凌辱你，再控制你的尸体屠戮紫云镇。想想就很美妙呢。我被修道，为的就是保护一方百姓。今日我朱府琴，就算是死，也要将你们这些邪魔外道诛杀。师姐，杭之必会护你周全。哼，狂妄，受死吧！谁敢欺负我女儿？狂妄！想灭紫云镇，可有问过我们？
杀我玄心宗弟子者，拿命来！哼，还搞出场阵容，只不过是多了3个人来送死。一把年纪了，杀起来都没意思。师姐小心，他过来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功法？玩的什么功法？砍了便是。我散！老秦小心！区！老秦！没想到这鬼修居然隐藏实力。老许啊，往后可没人陪你下棋喽。老秦，我定会替你报仇的。老许，这个鬼修很不对劲，居然能瞬间将实力提升到5品巅峰。我们不是对手，先撤回阵子，不要做无用之争。现在想走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们这小小紫云镇还能有什么高手？居然用恶灵之手控制老秦，鬼修之法简直有违天道！横竖都躲不过，一起上吧！这回可不是虚拟游戏了，逃又逃不掉，可怎么办？5品打4品，还不是秒杀？这，哎，武功再高也怕阳刀。对了，法器。女人，我现在对你没兴趣了，先杀了你吧！师姐，快躲开！诸葛老，爹，亲，哭吧，我就喜欢这痛苦的嚎叫，空气中鲜血的味道让我兴奋不已。你这恶魔，杀我父亲，屠戮生灵，玄心宗绝不会放过你！哼，死到临头还玄心宗！想当年，玄心宗门人差点杀了我师尊，可惜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师弟，我来拖住他，你赶紧走，一定要把消息带回宗门。师姐，你看重你父亲的尸体，不要被鬼窟控制了。我有办法诛杀他。急行术，火流术，好快的速度！找死！好机会！
修为不足，本座恐怕真要栽跟头了。天佛术！这是什么？好在灵猫及时出手，不然我定会被这珠子摄去心魂。此物不凡，想来鬼窟也是依靠此物达到5品修为，必须拿回去给师尊看看。师弟，刚才那是？这是师尊赐给我的真元之戒，里面存着6品天火术，只可惜我刚拿到手不久，一直没机会使用。方才情急之下就……抱歉，如果我早点拿出来，也许……真是怪不得师弟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笔账我迟早找那黄泉老妖算。如果不是行之道友，一个鬼窟就能让我们全军覆没，紫云镇经不起第2次折腾。老朽恳请道友即刻启程，将消息带回玄心宗，请高人出手化解紫云镇危难。爹刚刚去世，我必须留在朱府稳定人心，此事就拜托师弟你了。好，我这就赶回宗门禀报此事。魂珠，师尊，这个珠子诡异的很，一个不慎就会被它影响心智。没事，伤不了我。好你个黄泉老妖，没想到100年光阴过去，你还能死灰复燃，残害本宗弟子。师尊，紫云镇现在元气大伤，师姐尚且留守其中，处境十分危险，还请您早早安排驰援紫云镇。你放心，紫云镇离宗门不远，玄心宗必不会袖手旁观。况且此事不容小觑，黄泉老妖在100年前就是5品鬼修，实力直追6品，如今的道行更是非同小可，即便是为师，恐怕也难以拿下。必须马上禀明掌门师兄，请他亲自定夺。那个鬼窟只有4品的修为，借助这魂珠就差点夺了整个紫云镇。而黄泉老妖100年前就是5品，现在的实力更是难以预测。我若是修炼有成，能活多久呢？杭之啊，跟我见一趟掌门。啊？师尊，这里是？师兄，黄泉老妖卷土重来，为了炼制血气魂珠，已经杀害了不少修士凡人。他就是掌门，身上为何没有一丝灵力波动？哈哈，这就是你新收的小徒弟，不错嘛。对，正是他外出办事时，偶遇了那鬼修追杀几个外门弟子至紫云镇。还好他足够机敏，险胜鬼修，并从其身上得到了这颗魂珠。根据他所描述的情况看，黄泉老妖死灰复燃，他的目的应该是我们玄心宗。黄泉老妖在100年前就伤了根本，即便复原了，也很难修炼到7品以上的实力。这次就由你带队，领着真传弟子胡不归、南宫云和冷无涯前去除魔。另外，让他们在出发前去金玉堂各自挑选一件克制鬼修的法器傍身。是。怎么，还有别的事？掌门师兄，我这弟子不但击杀鬼修有功，
而且还收回了血气魂珠1枚，加上救人传讯这4重功劳，宗门是不是应该论功行赏呢？哼，我就知道你带他来见我，定没这么简单。罢了，这些功劳加起来，倒是能换得一门上品法术。多谢掌门师兄。杭之啊，你现在的实力是4品初期，有雄七送你的软甲，防御不是问题，所以这次给你的上品法术，为师就做主帮你选了一门攻击类的。多谢师尊。这门法术十分复杂，也不容易操控，但是它的威力不俗。不仅如此，随着你修为不断提升，它的威力也会水涨船高。可以说是一旦领悟，终生受用。你且拿去好好参悟。是，师尊。对了，这次紫云镇之行估计会异常凶险，为师未必能照顾到你，因此你就不必去了，待在堂内好好修炼吧。弟子遵命。鬼窟师兄的气息到此为止。那是是天火术的痕迹，难道有6品修士在？看来紫云镇内有玄心宗的真传弟子坐镇，必须尽快告知师尊。若不是有师兄送的灵猫，还有师尊赠予的真元戒指，恐怕这次我就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世界太危险了，必须尽快强大起来才行。七七剑阵，想要精通七七剑阵，首先得拥有扎实的术法基础，要对极行术、锐金剑气等多种术法达到炉火纯青的状态，才能参悟剑阵奥妙。哦，七七剑阵共分为7个层次，第1层即可控制7把飞剑，而每高1层可控制的飞剑数翻倍。第2层则可同时操纵14柄飞剑，修炼到最高层次，更可同时操纵49柄飞剑。49柄飞剑啊！哎，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飞剑？这是逼我自己练气啊！罢了，上品法术十分难得，修炼条件苛刻也很正常。我先把几个术法融会贯通吧。师姐，黄泉老妖似乎提前知道了消息。莫离长老和冷师兄他们只是杀了一些零散的鬼修，没能抓住贼首。师姐别着急，那老妖早晚会再出现的，说不定到时候你已经强大到可以亲手报仇了。其实我也明白，以我的资质，恐怕是很难手刃仇人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师姐打算如何处理后续事宜？现在紫云镇几大世家皆实力受损，他们都愿为我马首是瞻，我也不便推辞。接下来定会重整一番，有了更庞大的资源，想必很快修为就能到达5品。那就提前恭喜师姐了。好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休息了。绿娥和从芳还在外面等着呢，师姐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师姐慢走。你们就留在这里吧。恒之弟弟，你这里的灵气也太充裕了，跟朱府比起来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是啊，这棵500年的灵果树很是不凡的样子呢。嘿嘿，两位姐姐，往后的日子可有你们忙的了。几个月下来，绿娥和从芳都已达到2品初期，而我距离5品也只有1步之遥。但是吧，
找雄七师兄。你先拿这里的材料练练手吧，不用担心浪费，尽管大胆用，足够你制作4把飞剑了。雄七师兄，你也太土豪了吧！这些材料拿去卖的话，一定能大赚一笔。土豪？那是啥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基础方法小木和小樱都知道的，我让他们给你打下手，你就在这里专心练气。多谢师兄。哎，都是小意思，我先走了啊。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练气的天赋，可万万不能浪费了师兄的好意呀。杭之师兄，你准备炼制什么灵气啊？我打算炼制飞剑。好嘞，那我和小樱先给你演示一遍吧，这样你也省了走弯路。小樱，你去生火，我来锻造。好嘞。师兄，炼制飞剑的时候，火候是最难掌握的环节。不过金玉堂的炼气室很容易操控，交给小樱保证没问题。接着就是锻造了，要将灵力注入铁锤。这小家伙平时看着小小只，没想到力气居然这么大，拿着100来斤的锤子打得这么快，都不带喘气的。杭之师兄，这是锻灵法，使用锻灵法108次算是1轮，炼制各种武器所需轮数不一。师尊说过，锻造飞剑最难，需要反复7749轮。这么多轮，49轮，相当于5000多次，这是要练出麒麟臂啊！我差不多了，师兄，你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好啊。这灵力消耗的未免也太快了些，我怎么连个孩子都不如啊？杭之师兄好厉害呀！你当初第一次使用锻灵法的时候，只坚持了2-3下呢。是啊，没想到师兄竟然能坚持这么久，真是天才！再坚持一下，一定能成。杭之师兄，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杭之师兄，你可真厉害！第一次尝试就顺利完成锻造。想当初木耳第一次锻造的时候，可是用了整整3天才锻造出一把小匕首呢。也难怪我们只能当师尊的记名弟子呢。好神奇的感觉，臂力似乎变强了，体内的灵力也有扩张迹象。小木，再拿块剑劈来，我熟练熟练。好的。师兄，我们又来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师尊说了，让我们给师兄送药水，都调制好了。师兄直接在里面泡半个时辰，明早保管生龙活虎。啊，好，辛苦你们了。去问绿娥姐姐要莲果吃吧。好嘞。疼！平心静气，运转锻灵法。师尊，
这是断灵法的独门修炼之法。疲惫之后，如果不经过这特殊的药浴洗礼，往后的几天就休想抬起手臂。超负荷的修炼虽能在短期内达到目的，但是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根本，明白吗？弟子谨遵师尊教诲。抓紧时间药浴，准备突破5品吧。啊？什么？突破5品？这是专心运转断灵法。好奇怪呀，怎么突然有灵气飘逸？没什么大事的，就是咱们杭之师兄即将突破了。嘿，是啊是啊，应该很快就能达到5品了。突破？不会吧？杭之弟弟前不久才刚到4品初期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坚持住，就要突破了！这动静未免也太大了吧？杭之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恭喜师兄，贺喜师兄，突破到5品了！今日能够突破，完全是意外之喜。小木、小樱，谢谢你们。嘿嘿，那我要多拿1盒灵果回去当睡前甜点。那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没问题，丽娥，给他们每人2盒。是。多谢师尊暗中指点。这小子，明知我已知晓此事，还特意跑来，看来是想从我这拿点好处去。以后不要再如此拼命地运用断灵法了。虽然这次在药浴的辅助下，大幅提升了你的身体强度，但是配齐1次药浴需要花费上百种珍贵药材，我只能给你用这1次，下次再弄到元气大伤，为师就不管你死活了。弟子谨遵师尊教诲，下次一定小心。对了，师尊，听说内门弟子每次突破大境界的时候，都会有不菲的资源奖励。弟子斗胆想申请一批飞剑的胚胎材料。还好你这样的弟子不多，要不然就金玉堂这点家底，可经不起如此折腾。七七剑阵对飞剑的品质和数量要求很高，我已经为你准备了10套飞剑的炼制材料，至于剩下的，只能靠你自己攒贡献点换取了。10套，加上从雄七师兄那要来的4套，足够修炼到七七剑阵的第2层了。多谢师尊。寻常弟子至少要用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淬体任务，被他1天就完成了。想必他很快就能掌握七七剑阵了。此子当真是精彩绝艳，2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杭之将会震惊整个宗门吧。奇怪，这次锻造，身体似乎没有感觉到什么负担。不仅如此，还越锤越起劲儿了。哇，师兄，你也太神了吧！3天就打好了14把飞剑呢！哎呀，我性子急嘛，如果一直放着不动，我会记挂的睡不着觉，倒不如一鼓作气。接下来就是滴血认主了。
剑阵，我来了！御剑术，起！御剑术是77剑阵的基础。根据剑阵的要求，控制一把飞剑，叫一念一动。第一层境界要修炼至一念七动才行，需要做到一心七用。而每多控制一把飞剑，就代表能同时多对一名敌人。我已经是5品修为，但只是控制2把飞剑就稍显力不从心了。这1品法术的难度实在难以想象。不过，一旦修炼成功，哪怕同时面对7个5品修士，都无所畏惧。杭之弟弟进步好快呀，现在已经不会落空了。已经可以做到一念两动了，该试试下一把剑了。一念三动，果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恒之师兄，千万别让剑气伤了果树的树干，那可是很难恢复的。二位姐姐没事吧？抱歉，刚才一个不留神没控制好，飞剑就出去了。师兄，你已经达到心念所致的御剑境界了。哦。天哪，恒之师兄，我们修炼御剑术通常都要苦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控制一把飞剑而已。可你刚才分明是在分心的情况下，还是达到了心念所致的境界，非常人能及呀。看来这几天的苦修还是蛮有成效的。其实，一味追求一念三动，却忽略了御剑术专注度的成长，着实有些顾此失彼。毕竟真实的敌人是不会站着不动让我打的。多谢师兄提醒。哎，师兄言重了。与其对着静物练习，不如在动态中精进，效果更好。哎，绿娥姐、丛芳姐，你们把灵果拿过来，跟阮师兄一起陪我修炼吧。你们不必害怕，我只是想让你们往空中抛掷灵果，助我练习而已。恒之师兄拿500年份的精华灵果练习这个，未免也太奢侈了吧？有你在，灵果的产出稳固上升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好，一念三动，继续。好嘞。好，再快点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再抛了，我抛不动了。还好小莫和小樱不在，不然看到这一地的果子，还不得哭晕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灵果，我的灵果呀！吸干
干净了还能吃，千万别浪费了。就是，杭之师兄，你也太暴殄天物了。唉，真是两个小吃货。不过吃吃果切也是挺好的。杭之师兄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还没进院子，就感受到好多道剑气乱窜了。嘿，你们是在玩什么游戏吗？小叶也想玩。哼，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就一起吧。嘿，好嘞。我就说咱们师尊偏心吧，小师弟才进门不到半年，我都看不透他的深浅了。唉，都说小的最惹人疼，我以前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啊。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啊！一个两个翅膀硬了吗？连为师都敢讽刺？师尊，您可别冤枉人呢，我这是讽刺吗？我这分明是撒娇啊！杭之拜见师尊，见过云师姐，见过吕师兄。杭之啊，听说你这几个月苦修已经突破到5品，现在究竟是什么层次了？中期还是后期？让师姐笑话了，我现在是5品初期。还好是5品初期，不然我这个师兄肯定要被笑话死。你啊，进门不到半年就开始修炼上品法术，完成我耗时3年才达成的目标。现在修炼个御剑术都是用精华灵果当靶子，是打算尽快强大，把我们这些师兄拍死在沙滩上吗？师兄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那不是一时兴起吗？正好身边也没有合适的东西，就奢侈了一回。大不了以后我每个月给师兄你送几10盒灵果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就等你这句话了，那就一言为定。自从成了真传弟子，我算是知道云师姐为什么那么爱闭关苦修了。这真传弟子啊，真不是人能干的活儿，天天被迫接受上门切磋，我就差宰了那些灵兽，招呼客人了。往后有了师弟你的灵果，我就不用愁喽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杭之，你可别小看了真传弟子的名头，在咱们宗门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更何况我们玄心宗在修真界是首屈一指的宗门，玄心宗的真传弟子自然就是宗门未来的砥柱栋梁。他们不但需要面对门内的激烈竞争，还要随时准备参与守卫家园、斩妖除魔的任务。譬如上次的黄泉老妖，也只有我们玄心宗能处理。是，师尊放心，杭之定当努力修炼，斩妖除魔，步入宗门。你云师姐还有玄心宗其他真传弟子，每一个都经历过许多恶战，才有今日成果。往后你要多多向他们讨教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杭之啊，你的天赋的确不错，头脑也足够灵活，更难得的是肯吃苦，而且为人处事也比较得体。为师相信，照你现在的进度，或许你会比熊七更快成为真传弟子。小师弟进入内门还不到半年吧，现在马上就要晋升真传了，这速度也忒快了。杭之师弟，想当年我可是花了3年时间才成为真传弟子。师姐就别调侃我了，是师尊谬赞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若不是你玩心太重，怎要得了3年才能跻身真传？还有你，整天就知道跟灵兽泡在一起，不好好修炼。门口那个，你打算赖到什么时候才肯进来啊？
弟子拜见师尊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那个，我正好有一件灵器还没弄好，所以，一天到晚练这个练那个，都是群不专心修行的家伙。这次你要是再没近身真传，就剑走半年，休想再踏进炼气室半步。师尊您消消气，熊师兄这次肯定能成为真传弟子。3个月前，因为黄泉老妖现世，所以我玄心宗便大开山门，招揽了不少弟子，其中有2个人尤为出色，直接进入内门。一个是有着上古轩辕家血脉的家族次子，小年纪便已修炼到5品巅峰；一个是古月商行老板的独子，所学法术驳杂而冷门，此外身上有诸多灵气傍身。这次的内门大比，你们俩恐怕难喽。师尊放心，徒儿一定会在剩下2个月内发愤图强，绝不给师尊您丢脸。但愿如此。言归正传，此次找你们前来是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修真界3年一次的换房时间就要到了，也不知道今年有多少在2界山执房的弟子能活着回来。2界山，那是什么？每个宗门的真传弟子，既是薪火相传的重要砥柱，也是我们人族修真者的一道血肉防线。去年我宗一共派出10位真传弟子，回来的只有2人，而且一伤一残。去年我们金玉堂没出人手，今年想必这10人名单中会有我一份。云儿，你害怕吗？弟子无惧。2界山是人妖2界的边界线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宗门派出真传弟子前往守护。我身为真传弟子，受宗门恩惠，就应有所付出，担此重任。不错。各大宗门坐拥众多灵峰和修炼资源，就应该尽起相应义务。往年活着回来的弟子也不少，而且大多都承接了长老职务，甚至另立宗门的也不在少数。只是最近3年，妖兽入侵似乎过于激烈了些，你行事务必要小心谨慎。弟子明白。好了，为师明日就开始闭关，亲自为你炼制一套法器，祝你安全执放2界山。多谢师尊。没想到真传弟子还要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，到时候我也能当一次守护人族的英雄。冷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不到这棵灵果树已经养得这么高大了。杭之见过冷师兄。不必多礼，我们坐下说吧。师弟是因何事烦忧啊？师兄，你知道2界山吗？当然知晓。我听师尊说，云师姐2个月后就要前往2界山换房了。名单已经确定了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师尊是这么说的。这就麻烦了。你可知2界山换房的人员名单还有一个代号，叫什么吗？叫死亡名单。这名字听着好中二啊。你才加入宗门不久，一直都在修炼，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宗门规矩，真传弟子一旦修炼满3年，便会被派去2界山换房，而2界山是妖族进攻人族疆域的唯一入口，守卫2界山的都是修真界的翘楚。像我这样的6品修士过去，充其量就是个小兵。那跟去送死也没什么差别了吧？为什么不等修为更高的时候再去呢2界山绵延千里，需要大量的修士才能守住。
而那些妖族，最低级的妖兵都是7品高手，堪比人族7品巅峰里的佼佼者。况且那些妖兽的繁殖能力极强，很难剿灭，所以各大宗门的弟子为了守护人族安危，只能奋勇前去。不过，只要达到感悟期高阶，还是能拥有自保能力的。感悟期高阶，感悟期高阶，也就是7品修士。也正因如此，宗门才会一视同仁，要求修炼满3年的真传弟子去两界山。这样大家都会在这3年里努力修炼。云师姐在真传弟子中算是佼佼者，已经身居7品，又是金玉堂弟子，有法器傍身。此去两界山，她应当能撑到3年1轮的换防期。你也不必太过忧心。唐真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修炼，说不定3年以后，我们要一同去两界山走一走呢。云师姐好歹是7品修士，而我现在才是5品，必须在3年内学会更多仙法，万一被选中去了两界山，也能有备无患。多谢师兄告知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抚琴的消息吗？抚琴师姐，她不在宗门吗？看来情况不妙啊。半个月前，紫云镇传来消息，说他手下一支商队突然下落不明，他便急匆匆地赶了回去，到现在都没有音讯。我还以为他会跟你联系。啊，这么说，抚琴师姐已经离开宗门半个月了。不错。那消息似乎跟黄泉老妖有关，说是碰到他们的余孽就糟了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一趟紫云镇查探虚实。哎，师弟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毕竟那里你比较熟。好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是。恒之，大牛，好久不见了。蒙小姐看得起，给了我一个管家的差事，还传了我几门术法。现在我已经是1品修士了。你们小姐可在府上？小姐出门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师姐出去多久了？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7、8天了吧。小姐当时带人去打探失踪商队的消息，应该是往鹿城方向。鹿城，不是被黄泉老妖毁了吗？回禀陆管家，鹿城虽毁，但鹿城附近有许多不错的灵物产出。小姐认为我们紫云镇距离鹿城最近，于是就想抢先一步将那边的灵物垄断过来，增加府上的收入。那师姐为什么要去鹿城呢？原本前往鹿城运输灵物的商队，每次都由卫营组织护送，也一直都很顺利。但就在半个月前，商队连同所有参与护卫的卫营修士一起神秘消失了。小姐派人调查多日都没有结果，便亲自带人前去查探，至今未归。抚琴师姐多半是出事了。此事我玄心宗不能坐视不管。师弟，你暂且坐镇紫云镇，我沿途去查探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。倘若看到我发出的信号，你就立刻回宗门禀报。哎，师兄，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？不行，你千万不要妄动。紫云镇上数以万计的性命，都在你一念之间。大牛，这段时间紫云镇上可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。我倒是想起一事，自从小姐掌握卫营和坊市后，紫云镇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朱府，包括许阁老和原卫营阁老吴之初，如今都成了小姐麾下客卿。不过有一次拍卖会上，镇守大人为了一物，差点对许阁老大打出手，有些古怪。镇守大人？现在的镇守还是冯庸？不错，正是他。以他的性子，怎么敢跟许阁老叫板？小姐倒是也觉得奇怪，冯庸向来处事低调，特别是对几位阁老更是尊敬有加。如今许阁老虽然居于小姐之下，但依旧是紫云镇的实权人物，他却一反常态。
这冯庸虽说也是3品修士，但不过是3大世家推选出来的傀儡罢了。平时处事谨小慎微，能让他不顾后果的争抢，肯定有问题。他们当时争抢的是何物？一枚黑色珠子。冯庸现在身在何处？立刻请他来见我。是。刘涛见过上仙。这才多久，这小子就已经5品修为了。这些年，我当真有眼无珠。哼，多日不见，刘修士的精神越发好了。这是我寺院中栽培的精华灵果，此次回来特地给你带了一份，聊表心意，顺便询问你一些事。哎呀，上仙抬举，刘涛愧不敢当。上仙尽管吩咐，在下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最近，你跟那个人还有联系吗？哎呦，上仙饶命啊！我早就跟那人断绝来往了，还请上仙明鉴。早在半年前，我还是在你这儿当差，就发现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一个装扮神秘、气息阴冷的修士来找你。现在我才反应过来，那人分明是个鬼修。刘涛，我们毕竟主仆一场，不过此事关乎朱府秦师姐的生死，更与无辜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。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，否则我就只能将你带回玄心宗，交给戒律堂发落了。哎呦，不要啊，恒志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人的身份呢。4个月前，玄心宗强者一口气灭了无数鬼修，我就再没碰到过那人了。好，是要我用测谎术吗？我要是现在说出来，你能留我一条活路吗？只要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就不会将你跟鬼修往来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。好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哎呀，冯庸见过上仙。这家伙果然有问题。几个月前，镇守大人还是3品初期修为，如今却提升到了3品巅峰。这是修习了什么高深的功法，还是得到了什么法宝吗？上仙说笑了，在下只是近期奋进了些。哼，镇守大人的资质，本人在紫云镇早有耳闻。如果不是获得什么机缘，恐怕很难让你修为突飞猛进吧。说吧，朱府商队的事，是你一个人干的，还是伙同黄泉、老妖等人一起做的？怎么，你觉得我这个5品修士不够资格问话？小的不敢，只是小的真的不明白上仙是何意呀。哼，也罢，朱府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立刻将冯府所有人全部交由魏营收押，将他们近几个月的动向都登记造册，让许阁老带人一一审问。不，万万不可！上仙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他们答应我，事成之后，紫云镇由我掌管。你也知道，我只是个傀儡，于是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和鬼修合作呀。上仙，我知道自己罪该万死，但我的族人是无辜的，他们毫不知情，求上仙大发慈悲，放过他们吧。你是紫云镇的镇守，
怎么处置你和你的族人，都由朱家大小姐说了算，我无权过问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把抚琴师姐藏哪儿了？小的不知，小的只是依照吩咐把人绑了送去约定的地点，并不清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。小的对天发誓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以冯庸的胆量和实力，可能真不知道师姐的下落。哼，那我姑且信你一次。如果师姐出了什么差错，你就等着赔命吧。上仙，我知道自己死不足惜，但我还有家人需要照顾，还望上仙能在抚琴小姐面前美言几句，饶我性命。我也将全部身家和一件法器双手奉上。据我所知，紫云镇3大家族都没有法器，你区区一个3品修士，竟有此物？上仙请看。这是什么？小的也不清楚，这是几个月前小的侥幸从一鬼修的尸体上发现的，具体功效不知，只知道如果往蜂巢里面投入灵果灵石的话，就会从蜂巢内反哺出晶体状的灵蜂蜜，十分香甜，灵力更是投入的灵果和灵石的数倍。灵蜂蜜，这不就是高端制造的法宝吗？没想到一粒灵蜂蜜中蕴含的灵力，居然相当于血气丹效果的1半，瞬间达到补充灵力的作用，妙啊！一旦外出历练，它就是极好的补给良药，能让我的灵力始终保持巅峰状态。你的条件我答应了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自废修为，终生囚禁于魏营大牢，你的族人便不会受到牵连。我自知做出此事已难容于修仙界，我已自废修为，多谢上仙宽仁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先回去交代一下，半个时辰后，许阁老便会派人将你关入魏营大牢。多谢上仙。现在就等冷师兄那边的消息了。我还以为黄泉老头的手下在4个月前就死光了，没想到还有2条漏网之鱼。哼，有意思，不愧是玄心宗的内门弟子，倒是有几分实力。这2人都是4品鬼修，实力不在鬼窟之下，以1敌2，正好试试我的七七剑阵。你们这2只老鼠，来我朱府有何贵干？废话少说，冯庸的法器是不是在你手里？赶紧交出来，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哼，再这么说，冯庸和你们也有些交情，难道你们就一点不关心他的死活吗？可笑，谁有空去管一枚棋子生死？这个畏首畏尾的废物，明明有法器在手，做事还拖泥带水，处处需要我们善后，要他何用？感情他们是用这法器做诱饵，让冯庸上钩为自己做事。想要法器也可以，
交出朱府大小姐，我会考虑的。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杀了他，那东西自然会回到我们手中。无品剑气，怎么会？大哥，情报有误，我们快撤！现在才想跑，太迟了！连念三动。大哥！小心！大哥，快走！绝不能放他离开，让敌人知道我的底牌。臭小子，我师尊会为我报仇的，到时候一定会死得很惨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赶紧说出我师姐的下落，否则……你师姐，那个蠢女人现在就在路上，有本事你就去找啊！还在路上。冥顽不灵。又是魂珠。话说冷师兄为何迟迟未归？莫不是那黄泉老妖此刻就在路上？啊，不好！单凭冷师兄一人，绝不是黄泉老妖的对手，必须尽快返回宗门，请师尊援手。师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熊师兄，师尊他们呢？几个时辰前，师尊就带着吕梁和云师姐他们去了路上，并嘱咐我在此等你。去了路城？难道师尊早就知道了？不错，上次围剿黄泉老妖的行动不算完满，师尊不放心，便特意嘱咐几名真传弟子随时待命。正好刚才冷无涯传讯回宗门求援，师尊他们就立即赶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冷师兄多半无碍了，也或者说，包括师尊在内，他们老早便洞悉了黄泉老妖的行动。冷师兄思虑之周全，果然非常人所及。他让我留守紫云镇，也是怕我犯险。罢了，这次我也算收获颇丰，不但意外得到了一个好处甚多的法器，以及2枚魂珠，还和2个4品鬼修一较高下，在实战中运用了7剑阵。师弟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你呀，小小年纪，心思倒是挺多。行了，既然你安全回来了，我就要回去练气了。哦，师兄慢走。7剑阵不愧是上品法术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对付普通的5品修士，应当不在话下。吕梁师兄，听说你们回来了，黄泉老妖怎么样了？抚琴师姐呢？师尊和云师姐在哪儿呢？别着急啊，师弟，听我给你慢慢道来。这次啊，那黄泉老贼真可谓是元气大伤啊！不但丢了一条手臂不说，还被咱们师尊一路追杀，逼得使出了血遁之法，才侥幸保住一命。这样的阵容，他都还没死啊？那可不，再怎么说他也是8品的老妖怪，
跟咱师尊硬刚半天都不落下风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几个真传弟子提前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胜负还未可知呢。不过你放心，师尊说了，他使用了血遁大法，修为至少跌到6品左右，几年内是绝不可能再对玄心宗构成威胁了。8品，没想到他的修为竟如此之高。是啊，唉，这次交手，咱们师尊也受了点伤，恐怕会影响到魏云师姐炼制的法器功效。眼下师尊去内门别的长老手中换些比较强力的法器了。师尊受伤了？唉，没事儿，小伤而已。咱们师尊可是硬朗得很，好在你抚琴师姐安然无恙，那黄泉老贼也元气大伤，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。至于云师姐那边嘛，她回去修炼恢复去了，毕竟马上要去两界山了。我到时候把我那只最擅长逃命的灵狐送她。你呢，就尽己所能，给师姐准备几千个精华灵果就好。灵果、灵蜂蜜，我怎么把它给忘了？太好了，多谢师兄提醒，我想到要送师姐什么礼物了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告辞。就几千个精华灵果，至于这么开心吗？20瓶差不多了，就等2个月后给云师姐送行了。杭之弟弟，抚琴小姐来看你了。抚琴师姐，听说你安然归来，我正要去探望你呢。我刚处理好紫云镇的事务，就迫不及待回来见你了。师姐请坐。冯庸的事我听说了，多亏你机敏，不然……哎，师姐言重了，我能发现她的猫腻，也只是机缘巧合罢了。你莫再安慰我了。经过此事，我总算看清自身实力的不足，日后定要更加勤勉才是。倒是师弟你，独自一人就解决了2名4品鬼修，相信不久后必能跻身真传。多谢师姐吉言，我就是运气好些，用了些小聪明，才能勉强取胜罢了。师弟，你也太谦虚了。如今你我差距甚大，往后还望师弟能够多加照拂一二，我必感激不尽。师姐言重了，当初是你带我上玄心宗，这份恩情，恒之莫不敢忘。只要你用得上我，尽管开口便是。恒之，谢谢你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修炼了，先行告辞。好，师姐慢走。对了，绿娥从方，这2个乾坤袋是给你们的，里面有一些灵石，还有3门3品法术。你们平日里要照顾杭之师弟的起居，要抽空努力提升自己才行。多谢小姐。我原本就打算找个合适的时期，给绿娥姐和从芳姐找些适合他们的功法修炼。现在倒是省了不少精力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俩也成为玄心宗的正式弟子。接下来就是专心修炼了。一念六动。自从修为达到5品中期，修炼速度明显变慢了许多，就连七七剑阵也始终停留在一念五动的境界，无法更进一步。师弟，明日就是那门大比了，你准备的如何了？
雄七师兄、吕梁师兄、云师姐。云师姐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这七七剑阵练得倒是不错。我听小梁子说，你给我准备了践行礼物，这不一出关就马上赶来了。云师姐消息倒是灵通，那给你尝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蜂蜜糖。好啊，小师弟，你居然藏了这等好东西，快老实交代，这是怎么来的？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？两位师兄，你们也尝尝。我先来。好。好家伙，这一小粒快比得上半颗血气丹了，厉害啊！果真如此。云师姐，一粒蜂蜜相当于半颗血气丹，这里面有30瓶灵蜂蜜，一共3万粒，可一粒一粒服用，能迅速恢复灵力血气。望师姐此行两界山一帆风顺，平安归来。3万粒。此去两界山需要准备的物资非常多，我正愁那些灵丹不够用，小师弟就赠予这些灵蜂蜜，刚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想来准备这些灵蜂蜜，定是耗了他不少心神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小师弟。作为回礼，这个送你，你可千万要保管好啊。师姐，你也太客气了，不用。你要是不收，这灵蜂蜜我可就不要了。哎，师姐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，这手镯啊可珍贵着呢。其实也没有那么珍贵，不过是一件6品的防身法器。师尊已经亲自为我炼制了一件更好的护身法器。这个镯子对于我来说作用不大，却十分适合现在的你。此镯名叫莲华镯，早些年是师尊的护身法器，没有男女之分。我刚刚已经散去印记，你且戴好，只管滴血认主即可。那就多谢师姐了。今天能够收到小师弟这份大礼，我非常开心。突然觉得两界山也没有那么危险了。今日也预祝杭之和雄七师弟能在内门大比中顺利晋升真传。3年后等我回来，说不定就是你们3个一起进两界山了。啊，师姐，你能不这么乌鸦嘴吗？我可不想被选中啊。就是，我们3个一起去两界山，那师尊岂不是要一口气炼制3个法器？他肯定会叨叨个没完。两位师兄慎言呀，咱们师尊可是有顺风耳的，小心被他听了去就遭殃了。话说回来，小师弟，这次内门大比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师尊对你可是期待的很呢。哎呀，尽力而为，尽力而为吧。这次叫大家过来，是有几件事要说。首先，就是向大家通报一下宗内上届换防两界山的阵亡名单。10位真传弟子无一生还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，这一届的换防征调人数将从原来的10人提升至30人。什么？30人？玄心宗1年才出6名真传弟子，3年一换防，上次抽调的10人已经相当于断了我们5年的传承，现在居然要30人，掌门，这不就等于绝了我们的后路吗？我明白你们的顾虑，去两界山几乎是9死1生，
这些年送去的真传弟子很少能活着回来，但是相应的，大家也应该知道两界山对人族意味着什么。掌门师兄，莫不是两界山出现了变故？此次两界山总共阵亡3万余人，其中包含15名凝神期强者，而妖兽的力量越来越强。80年前的险恶即将在两界山重演。大家想想那时候的惨烈战况，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这一届要征调这么多人了。掌门，这仓促之间恐怕无法准备足够的法器和丹药给新的真传弟子。这一次我可不想他们有去无回呀。不错，宗内的真传弟子大多都没有整套法器，去两界山防守消耗量巨大，我们根本来不及给他们准备，到时候只会让他们危险加剧。这一点两界山方面已经考虑到了，他们这些年在战场上回收了不少法器，这次前往的换防人员在进入两界山后都可以随意挑选。好了，大家赶紧考虑一下剩下20个弟子的人选，明日一早会有专门负责征调换防人员的两界山尊者来领人。等宗门大比结束，所有应征弟子即刻出发。老朽已经先行赶到，参见玄心宗掌门。秦尊者不远万里驾临我玄心宗，不知为何提前1日赶来啊？眼下两界山形势严峻，事关人族生死，秦某不得不亲自前来。这次除了增加征调真传弟子之外，还有一条调令，正是墨尊者你。哦，每个宗门还需要增调1名凝神期尊者带队。眼下玄心宗除了掌门尊者外，应该就只有墨尊者你了。既然如此，莫某无有不从。就算一身朽骨洒在两界山又何妨？墨尊者如此深明大义，秦某着实佩服。今次的内门大比将由老夫代为主持，现在老夫郑重宣读一下比赛规则。师尊怎么没有来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杜航之，半年前的外门大比我们擦肩而过，今年我不会再输给你了。偷袭你的是王宇，又不是我。哼，我早就向那小子下战书了，一会儿我会亲手解决他。看来你要解决的人还真不少，加油！陆航之，上次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去年以头名身份进入金玉堂的人就是我。还有，为什么我给你发了那么多封挑战书，你都不回应？是存心羞辱我吗？挑战书？把挑战书送到金玉堂，多半是被师尊收起来了，想必是不想影响我修行，不然就是被小木和小樱随便丢到哪里去了。总之，你这次休想再逃！哎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一个二个都要挑战我。另外，今天有一位特别的贵宾会全程观礼，他就是来自两界山的秦尊者。看样子，他就是来接云师姐他们去两界山的人了。不对，师尊早就做好送云师姐走的准备，为何现在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难不成其中生了别的变故？好了，大家准备准备，马上开启试炼空间。又来到这个地方了。这感觉，
是不同妖兽。哎呀，真倒霉，每次一进来就对上个大家伙。不错的战斗意识，妖蟒属火，必须拉开距离再进行快速反击。好机会！此子从察觉危险到现在，一系列动作都行云流水，判断无误。这么快就掌握了妖兽的破绽，一击制敌，可见他心思缜密，非常人能及呀。五品中期就能做到一念两动，是个不错的苗子。能当秦尊者如此评价，是他的福气。此子是我新收的小徒儿，天资不错，甚是机灵。老夫相信，即便他那灵猫不出手，这五品的妖马也难不倒他。原来是墨尊者的徒弟，难怪他手上的秀丽乾坤戒如此眼熟。莫离长老，你出手可真阔绰呀！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他手上的镯子是件6品法器吧？不错，不过那可不是我送的法器，是云儿给他的礼物。两位师弟，抱歉了。居然能使出一念四动，有意思。唉，真是倒霉，才进去没多久就被淘汰出来了。也不知刚才那位师兄是谁，好生厉害，我都还没看见他出手就到了这里。那是我小师弟陆航之啊，就是那个半年前才进入内门的金玉堂弟子陆航之。是个不错的炼器材料，可惜不是真实的妖兽。接下来该来点更刺激的了。哎，他往禁地方向去了。那里是6品妖兽的巢穴，难不成这小子是奔着10万积分去的？不错，你看，萧林也去了。前面应该就是6品妖兽铁背狂气的巢穴，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是谁出手？居然比我抢先一步挑战6品妖兽！该死，这么快就解决了，到底是谁？能瞬间就解决掉一头6品妖兽，此人实力非我能敌。此地不宜久留，遇上他的话，我就麻烦了。此子天赋极佳，战斗直觉惊人，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呀！莫尊者，这个小家伙，我想带去两界山。不行不行，他才刚入内门。莫尊者，先别着急拒绝，不妨再仔细考虑考虑。两界山虽然危险，却也是天才聚集的地方，更是机遇无穷的战场。你我都清楚，真正的强者无法在安逸中成长的。莫尊者，像他这样一块璞玉，如果安稳地留在玄心宗，至多也只能修行至感悟期高阶而已。只有让他置身在一个紧张的环境下，
才能促使他快速成长。当然，如果你担心他现在只有5品修为，无法适应两界山的生存规则，在下倒是有个办法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两界山最不缺的就是妖兽内丹，只要我愿意，他明天就能晋级6品，成为实至名归的真传弟子。而且凭他的悟性和战斗意识，再加上有你我从旁照拂，3年内便可感悟天地，哪怕成就天人，都完全有可能。魔尊者，你难道就不想让玄心宗，甚至是你金玉堂，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修炼资源吗？啊，快看，陆航之又向另一只6品妖兽的巢穴冲去了。前方就是双头魔狼的地方了。先前在对付铁背狂蜥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施展一念武动对敌，还不是很熟练。接下来的双头魔狼擅长冰系和土系法术，灵猫已经用过1次了，这次要更加谨慎些。视线也越发模糊，真是个狡猾的家伙。终于肯现身了，来吧！两个脑袋开始互掐了，机会来了！这位陆师弟连续斩杀2头6品妖兽，已经25万积分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陆航之，他不是半年前才进入内门吗？不是吧？这才过去半年啊，这成绩妥妥的真传弟子了吧？此子是天生的战士，未来必将前途无量。魔尊者，你看，送他去两界山可以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魔尊者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，我定当尽力而为。此次两界山换防，玄心宗只派遣10名真传弟子去防守，而且，如果3年后陆航之想离开两界山，你们也不能阻拦。可以。航之啊！
熊七，刚才的6瓶铁背狂袭是你下的手吧？好手段啊！没想到你修为进境这么快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我连铁背狂袭的影子都没见着。不可能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神经，爱信不信。难道是你们几个？奇怪，5品巅峰的弟子都在这儿了，到底是谁？这一路下来也没看到陆师弟的踪迹，看来这6品妖兽多半是被他解决了。陆师弟，果然是你！熊七师兄，还有最后一只6品妖兽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杭之师弟，你可以呀，越来越能耐了。老实交代，你现在多少积分了？哎，不多，加上这只，30几万而已。行啊，你小子！熊七师兄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赶紧去狩猎那最后一只6品妖兽吧。走。师兄，趁他在休息，咱们一起上。好。啊，暗处还有3个人。是我的，休想插手！兵不厌诈，想要斩杀6品妖兽，就看各自的本事了。我回去！熊七师兄，不用管他，他不是6品妖兽的对手。陆航之，你太侮辱人了！我不要面子了吗？哼，有些人的面子是自己凑上来丢的。熊师兄，你抓紧时间，我来对付他们。3位师兄，有什么能耐，尽情施展吧。熊师兄好猛的打法！没想到这小子的飞剑控制得如此纯熟，如果3品飞剑都直接对付我的话，我必死无疑。陆航之，你小子仗着七星剑士欺负人是吗？哎，不是你说要解决我的吗？那我给你加点料。一念五动。小林这小子，个人实力不错，就是不肯合作。轮到你们了！该死！
夫要好好教训他。没想到这些内门弟子都只想着自己的名次。试想，如果陆行之、熊七两人是邪修，胡王等人3对2还不能团结一致，怎能不败？看来还是我金玉堂的弟子和谐友爱呀。这比试眼看要结束了，就由老夫宣布最终的结果吧。此次内门大比已然结束，我现在宣布一下大比排名。第1名陆行之，共计36万积分；第2名熊七，共计19万积分；第3名萧林，共计12万积分。好了，经历了激烈的比试，相信大家都累了。除了真传弟子外，其他弟子都各自散了吧，好好回去调养，下次再接再厉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呀。在场的都是新进的真传弟子，今天本座留下各位训话，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在我旁边这位，就是来自两界山的秦尊者。如今两界山形势紧张，换防人员名单有变。作为宗门修士，我们享受着丰厚的修炼资源，就要做出相应牺牲，担起责任。前10位真传弟子是早就拟定好的人选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还好，我只是新鲜出炉的真传弟子，连1天时间都没到，总不会把我派去两界山吧？新增的人员一共有2位，1位就是本座。这次换防，我将和秦尊者一起带队，而另一位就是金玉堂弟子陆行之。什么？陆行之？为什么单单要选陆师弟？师尊，陆师弟目前的修为只有5品，要么换我去。师尊，金玉堂我一个人去就可以，为什么您和陆师弟也要去？都不要再争论了。此次是秦尊者看中了行之的战斗天赋，并且秦尊者已经答应，只要行之肯随行前往两界山，就会负责助他快速突破到6品修为。至于我们玄心宗原本需要增调20名真传弟子参与两界山换防事宜的，也只需要陆行之1名即可。为了我人族的安宁，也为了玄心宗大局，行之愿意前往两界山。你一个新进的真传弟子，区区5品修为，瞎凑什么热闹？你知道两界山什么地方吗？还不赶紧退回去！对呀，行之，以你目前的修为，过去只能送死。等我和师姐再劝劝师尊，不要让你去两界山。陆师弟，据我所知，上界换防的10名真传弟子无一生还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此次你可以拒绝前往两界山，后果也不过是取消真传弟子的头衔，去戒律堂领罚而已，不知送命啊！各位师兄师姐，如果这次我不去两界山，玄心宗就要增加20名真传弟子去换防，那么就可能有更多的师兄师姐要牺牲，这也是我不愿看到的。云师姐，既然师尊也要去，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们金玉堂同心戮力，守好两界山。行之，各位小友，玄心宗同门弟子感情还真是深厚啊。行之小友年纪轻轻，更是如此有担当，在此我也给各位拍个胸脯，3年后绝对让他安然归来。这样你们还不放心吗？好你个老秦，让我做这么长时间恶人，你现在出来做好人了。行之是我的弟子，我自然会照顾好他，用你来讨这个便宜。我怎么突然就成香饽饽了？哼，这么看来，我这次去两界山问题不大呀。新晋真传弟子陆行之，风骨卓绝，勇气可嘉。为表嘉奖，本座赐你法器1件，
6品巅峰妖兽内丹1枚，外加上品法术秘籍1册。妖兽内丹我就不多解释了，这面法器名为护心镜，是为师年少时游历所得。储满灵力后，遇到敌人攻击，可自动释放出一层防御结界，能够抵挡感悟期高阶术法5次。若结界破损，重新注入灵力即可修复。哎，正好是我需要的防御类法器，万事保命要紧。这门上品法术名为灯神录，它能压缩灵力池，凝练灵力，将灵力池的灵力分为7色等级，每提升1层，就能增加一个小境界的越阶挑战能力。不过你现在还不能修炼此法，必须等突破到7品之后才可着手修炼，明白吗？是，谢师尊。此次内门大比，陆航之以头名身份晋级，按照惯例，应该是获得2件法器嘉奖。借此机会，我便破例给你兑换成1件中品法器。航之，我从宗门宝库中挑选了1套飞剑赐予你，共7把高阶飞剑，属性各不相同，每一柄飞剑都能爆发出至少越1阶的杀伤力。滴血认主后，操控起来很容易，望你好好运用，在2界山中不堕我玄心宗威名。7柄不同属性的高阶飞剑，已经无限接近上品法器了，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恒之，叩谢师尊。如此，我就有21柄飞剑了，攻防法器我都有了。这么一算，还差1件法器，我就6神装毕业了。一旦去了2界山，就只有3年后再见了。没想到连师尊也去了，不过云师姐算是有伴了。是啊，可惜我能力微薄，不能一同前往，只能在平日里多照顾一下她的院子了。哼，我看你是看中她院子里的灵果树了吧？你不是一样，师尊不在就没人管你了，你肯定天天在家画符。可以走了。诸位，登船吧。再过一阵，我们就要进入2界山，你们务必要清点好自己的法器、符箓和丹药，到时候秦尊者会直接带我们赶到战场范围。不错，大概还有1个时辰，我们就会进入2界山入口。你们也即将真正开始和妖兽的战斗。2界山的实战讲求的是团结协作，你们必须组成不同的作战小队，一起行动。师姐，咱们这个组只有2个人，会不会太弱了些？别怕，师父既然这么安排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好了，临时作战小队已经分配完毕，大家先各自休整下吧。恒之师弟，抓紧时间调息一下吧，一会儿说不定就碰到妖兽了。这里面放着奇风剑、弱水剑、烈金剑、滚藤剑、天宇剑、耀阳剑、影杀剑，光听名字就很特别，每把剑都自带不同的剑阵效果，让我细细感受一下。1山2界，那里就是2界山。曾经的蛮荒仙界，百族纷争不断，现仅剩人妖2族相斗。妖族凶残，虽被驱逐，但回归之心依旧不死。
再往前一点儿，就会进入两界山的净空大阵，将无法继续高空飞行，只能御剑进入我们的换防位置。另外，两界山的防线总计1000里，以矩阵塔为中心，每一个矩阵点代表一个战区，分别由凝神期强者坐镇，用来给弟子休息和补给用。但矩阵塔如果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凝神期巅峰妖兽20次以上的轰击，阵法就会失效。所以，一旦发现有凝神境的妖兽出现，大家务必联手发动进攻，全力保护矩阵塔。还有，矩阵塔容纳人数有限，因此每个小队最多允许1个人返回塔内休息，3人轮换。各位需要事先决定好休息顺序。这也太狠了！但凡队伍里有人偷懒或者实力不济，整个小队就完了。莫尊者，3天后会有人通过这块传讯石联系您。大概行进14里，便能到达我们负责的112号战区。那边属于防线的中段位置，不算最危险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期间，我们会穿过数个战区，各位务必跟紧我，都张开防御结界，全速前进，不得停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出发！哇，好厉害呀！他们应该是其他宗门的真传弟子吧？等在两界山站稳脚跟，我们也能和他们一样厉害。是啊，我也要变得更厉害，才能保护身边的人。大家小心了，前方又有妖兽！前辈，求前辈出手救救我等！好坚硬的牛角！这群臭小子真会惹麻烦。你们梯子也这么硬吗？烈劲！时机把握的不错，倘若提升到6品，应该真能斩杀8品妖兽。8品妖兽的内丹灵力雄浑，应能配合真元丹，助你突破到6品。多谢秦尊者。战场上，小队击杀妖兽所获取的材料和内丹，都属于战利品，你们可自行分配。咱们继续赶路，前面就是112号战区。112号战区所有修士听令，全部离开矩阵塔，外出战斗。新人即刻进塔，1个时辰后换防。快快快！
这么快就来了？哼，我还想再玩玩呢。哎，那妞味道不错。看来只要是共同抵御妖兽，邪修也可以进入矩阵塔。这2名女弟子应该是与那名邪修做了交易。没什么好看的，都各自进营帐吧，抓紧时间熟悉战区，1个时辰后就要准备战斗了。是。莫尊者，你直接进矩阵塔吧，上面有阵法枢纽，你必须尽快熟悉一下。好，走吧。虽说我的修为还不适合参与战斗，但小队中只有我和云师姐2个人，我可不能浪费这1个时辰的时间。终于可以换房了，碰到新尊者补位，一会儿也能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是啊，新尊者一到，那名邪修也跑了，真的是万幸，不然我还真怕被他干掉啊。那2个女修就惨了，帮大叔不成，反而被人采去了修为。唉。大家注意，又有一批妖兽朝这边来了！3头9品妖兽，其余全是8品。不要发呆，快速击杀他们！是啊！8品妖兽的内丹果然强横，我真的突破到6品了。先好好观战，多学学那些老兵的作战技巧。这位8品剑修的实力最强，已经斩杀2头8品妖兽了，作战意识不错，还有一定的领导力。而且，这个人似乎很懂得保护自己，每次都会在其他修士和矩阵塔之间徘徊，时刻处在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状态。哼，有意思。这妖兽太强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我的灵力也就快耗光了。不行了就退回去，你们才刚开始换防，不必勉强。无论是战斗意识还是应变能力，都太弱了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本座不可能每次都解救你们。上了战场就是战士，没有撤退可言。此次后，本座不会再轻易出手救人，你们必须尽快成长，如若不然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云师姐，各位师兄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就是消耗过度，还要多谢师弟的灵蜂蜜。师弟，待会儿轮到你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能单独靠近那些妖兽。对，外面那些妖兽都成精了，打不过还会装死，伺机偷袭，太狡猾了。不只会偷袭，
他们还十分难缠，懂得一定的战术，你千万小心。三位师兄放心，有我师尊在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先好好休息。大家当心，妖兽又来了，准备战斗！该死，全都是飞行妖兽。第二波来得真快。多谢师尊。想活命的赶紧出手！这才第二波妖兽，战斗还没结束，大家赶紧调息，到时间的就换下一波人上来。才第二波，我的亲娘啊，到底是来了个什么地方？八品剑修，你的名字？在下程飞。成与败，是与非，这名字不错。程飞，从现在起，外面由你指挥。遵命。刚才的情形，一般每过2个时辰就会出现一次。希望下一轮的时候，各位不要留手，尽全力将妖兽击杀，然后换防调息，这样塔中尊者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。是。旁支，你准备一下，下一批人进来的时候，就轮到你参战了。弟子明白。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。你们说，这些妖兽也真够傻的，干嘛不集中火力攻击一个区域，非得分散开来？你当矩阵塔只供你们休息所用吗？一旦妖兽过于集中，矩阵塔便会启动攻击法阵，威力堪比凝神中期一击，能轻易击溃3里之内的感悟期生物，甚至凝神妖兽。不错，之所以让尊者守护矩阵塔，就是为了掌控阵法枢纽，好随时应对最恶劣的情况。另外，镇守之人绝不能消耗大量灵力，这样会引起虚空中那群老妖的注意。老妖？这些老妖怪修为基本都在凝神期，他们通过虚空通道落到山巅，时刻关注两界山战况。他们不会轻易出手，但每次出手都会造成大规模牺牲。闲话打住，妖兽来了！这人怎么回事？5品中期，在尊者遍地的两界山，想找一个修为低于6品的修士还挺难的。师姐，我来和你并肩作战。小师弟，你现在什么修为了？直接出来参战不会有问题吧？师姐放心，是师尊让我来的，而且我已经突破6品了，保证不拖你后腿。好吧，待会儿等我确定了攻击目标，你再一起出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又有大批妖兽要来了，大家全力进攻！别慌，妖兽数量虽多，但9品修为的只有一半，大家别自乱阵脚，全部出手，别让他们靠近矩阵塔。小师弟，没想到你的七七剑阵竟如此了得。这边有2只9品妖兽，请求援助。
孽畜，该死！不要分心，后面的妖兽会越来越多。隔壁战区的防线破了，那些妖兽朝这边冲过来了。千尊者，不如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，发动群体攻击。所有人都过来，把身上的攻击符箓都拿出来。我有一件范围性的攻击法器——断龙石，相当于凝神期初期全力一击。但问题是，这件法器的攻击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你们谁有办法控制这些妖兽？交给我吧。疾风剑阵。小师弟，鬼藤，你！胡师兄，就是现在！成功了！胡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灵力透支的有点厉害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，不碍事。难怪每年2届山幻房名单上的人，生还率不足10%。这样激烈的战斗持续3年，得拿多少人命往里填？我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去。